从自己嘴里蹦出来的一声大喊，把叶玲珑给吓了一大跳。他迷茫的抬眼看向四周，发现他站在偌大的场地中间，成为了全场的焦点，而所有的人都惊愕地看着他，等着他做解释。直到下一秒，大量的记忆涌入脑海之中，他才悲催地发现他穿书了。叶玲珑心生嫉妒，不断作恶，用尽手段迫害叶荣月，最终被叶荣月废除了一身修为，还被叶荣月的师父逐出了宗门，后被叶荣月的爱慕者万箭穿心而死，死相凄惨。你有何不服？我不服我爹娘偏心，我姐姐她天资出众，日后必定大有成就。可这次我们姐妹参加收徒大会入修真界，我爹娘只给我一人准备了1个灵袋、10颗灵果、100枚灵石，我姐姐却一样都没有，对她非常的不公平。虽然她是养女没有血缘，但养这么多年的感情那是有的，不能这么对她。听到这话，叶荣月那最护短的师傅赵阳华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混账！就连我们都拿荣月当成心头宝，你们怎可这样委屈他？被质问的叶家父母当场就愣住了。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是准备了，但那都是给荣月的呀，玲珑才是一样都没有。大家已经对叶家偏心指指点点，对玲珑真诚善良有所称赞，如今再跟大家解释这东西是给荣月的，不是给玲珑的，他们只怕会被骂得更惨。所以这事儿呢，他们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认了。这件事情啊，是我们的疏忽，回去我们一定会给荣月补上的，绝不会让他受半分的委屈。你们是怎么有脸说这话的？先前没有准备已经是让荣月受了委屈，灵袋不需要给他准备了，为师会给他更好的，但灵果和灵石要翻倍。灵果灵石翻倍？叶家父母脸色顿时煞白。这些东西对凡俗世家来说，样样都是天价。他们之前给荣月准备的那些，已经耗了家里近半积蓄了，现在要再出一份，而且是双倍，这叶家要倾家荡产啊！他们转眼看向叶荣月，希望他能说句话。可当他们看到他站在赵阳华身边，微红的双眼强忍着不掉泪，抿着嘴唇一言不发的样子，他们顿时就心疼了。于是他们把心一横，好，我们一定会加倍补偿给荣月的。玲珑，你这个败家子，刚刚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什么胡话啊？我说的不对吗？你们是准备了那些东西啊？当然不对了，那些东西我们准备了没错，但都是给荣月的呀。他资质好，这些东西能派上大用场。你资质差，没准过几天就修炼不下去，回家混日子了，浪费这些做什么？叶家家底虽然丰厚，但也不能这么办。你的那份就别要了，我再补一份，凑成双倍到荣月那里。否则答应了做不到，他们七星宗会对荣月有想法的。可你们答应了做不到，我的宗门也会对我有想法啊。你也不看看收留你的那是什么宗门呢？叶家主，你觉得我们清玄宗是什么宗门呢？一道温和如风的声音从背后传来。叶父叶母面色难看地回过头去，看到了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他们身后的人，在背后看不起人宗门，被人当众抓包，不仅尴尬还很丢人。在他们支支吾吾的时候，叶玲珑正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人。约莫20来岁年纪，模样俊逸，温文尔雅又气质超群。清玄宗是修仙界的大门大派，不是吾等凡人能够随便评说的。刚刚的冒犯，希望您能海涵。您说错了，清玄宗连同掌门弟子在内，人数总共不超过15，算不上什么大门大派的。这话一出，别说是叶家父母被惊掉了下巴，就连叶玲珑也有被震撼到。啊，人数总共15个不到的算什么门派啊？隔壁随便哪个门派动动手指头，不就能把他们给灭了吗？
不过您刚刚有句话是没有说错，答应的事情做不到，七星宗确实会对叶荣月有想法。同样，你们应承了叶玲珑的不给了，我们清玄宗也是会有想法的。说完，他修长的手指轻轻一动，一小团火焰在指尖上跳跃起来。小火焰长得倒是可爱又迷人，就是温度高了点儿，烫得叶家父母额头冒汗。我们叶家怎么也是100年世家，绝不可能说话不算数。玲珑的那一份，等他去清玄宗的时候，我们必定会给他准备齐全。现在啊？哎呀，啊什么啊呀？让你现在就拿出来，愣着干什么？快点！您看，1个灵蛋，10颗灵果，100枚灵石，全在这里啦。大师兄放在手里掂了掂，转身抛到叶玲珑怀里。喏，数数，少一个的话，我让他们10倍赔偿。听到这话，叶家父母脸色都白了。修仙门派那么多，也没哪一家说话像他们这么不客气。他一个人数不足15，没人愿意去的清玄宗，凭什么呀？可这些话他们一句也不敢说。宗门没本事，但人倒是凶得很，他们没那个胆儿，只能硬生生的咽了这委屈。哇，这就是反派的作风啊！专治各种假仁假义假惺惺，连坏都坏得这么直接。看着他父母这样难过，他这个做女儿的只好含泪数了数灵袋里的东西，一个不少，还算老实，没少。那行，我们走。大师兄说完转身就走。叶玲珑站在原地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他那恨不得打死他的父母，然后高高兴兴的踏着小碎步跟着大师兄走了。哎，大师兄，你等等我。谁跟你说我是大师兄呢？叶玲珑一愣，摸了摸脑袋，不确定的问：你不是大师兄？叫师傅啊？我是清玄宗的掌门，也是你师傅。叶玲珑呆住了，他竟然是清玄宗掌门，反派头子华修远。虽然但是修仙大会大大小小上百个门派，来的要么是长老，要么是弟子，还真没听说过哪个门派是掌门亲自到场的。现在竟然沦落到掌门亲自出马了吗？他去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宗门啊？怎么看起来已经撑不下去了？但现在还能反悔吗？哎，愣着干什么呀？叫师傅呀！师傅，看你这表情，是对为师有什么疑问吗？有。身为一宗掌门，您为什么比别人年轻那么多？没听说哪派的掌门只有20岁出头。华修远听了，脸上露出一抹温和的笑容，看起来这话对他很受用。看样子多拍彩虹屁不会错。等你进了清玄宗，你就明白了。承蒙师傅不弃，愿意收我入门，让我在这修真界有个依靠，大恩大德，玲珑不会忘记。你以为我招你入门，是因为你没人要吗？难道不是？我清玄宗也是有门槛的，我们是按颜值招人的。华修远随手一挥，指了一片人。你看，那些个歪瓜裂枣的，休想进我清玄宗的门。走吧，今年就收你一个了，直接跟我回宗门就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就不必在意了。拜师收徒的流程，还有新弟子在联盟的登记以及身份玉牌的发放，这些也算是乱七八糟的事情吗？叶玲珑在心里嘀咕着。只见华修远大手一挥，一把灵剑落在他们脚下，他站到了灵剑之上。上来。叶玲珑跟着华修远上了灵剑，他御剑飞起，直上碧空。两人的身影在黑压压的山头上格外的扎眼。这是哪个门派啊？就这么御剑走了？怪嚣张的呀！听说是清玄宗，今年运气好捡到一个，直接带着回去了。原来是清玄宗啊！哼，那就对了，反正没人，也不需要长老们带着一大群新入门的弟子跋山涉水的走回去。半天的功夫，华修远带着叶玲珑在清玄宗的大门之外落了地。师傅，
我们是要走上去吗？就你这小身板子，走1天1夜也走不到山上啊。我带你来这里逛一圈呢，是叫你记清楚咱们清玄宗大门的模样，以后啊，可千万别走错了。还有人走错宗门呢？有啊，你3师兄啊，回回走错门，隔壁宗门的掌门呐，3天2头跑来我这里告状。咱这清玄宗多少有些神奇啊！上来吧。华修远带着叶玲珑重新遇见上了山，飞过几个山头之后，华修远带着叶玲珑落了地，眼前是精致又漂亮的一排院子，一墙一瓦都很讲究，怎么看都不像是最差的宗门。此时院子外面还有人在拿着扫把打扫，看到华修远落了地，他们纷纷朝着掌门问好。他粗略地数了数，院子外的、院子里的、阶梯上的、回廊中的，光是这些打扫的弟子就已经有10来个，而且看他们的穿着并不像是亲传弟子，更像是普通弟子。普通弟子尚且有那么多，加上亲传弟子，怎么也不可能门派人数不足15。咱清玄宗也没这么落魄吧？这边的院子啊，从左往右数，分别是你大师兄、二师兄、3、4、5、6、7师兄的。然后这边的院子啊，从右往左数呢，分别是你大师姐、二师姐、3、4、5师姐的。你呢是排行第6，你的院子啊是那个。师傅，所以我现在算是清玄宗的亲传弟子吗？清玄宗总共不足15人，所有弟子加上你呢，也就是13个，还分什么亲传弟子和普通弟子？咱清玄宗啊，没有其他门派那些穷讲究。可这些弟子细数过来也不止13啊。叶玲珑指了指道上扫地的那些普通弟子。想什么呢？那是你五师姐安排到清玄宗里打扫卫生的仆人。叶玲珑呆住了。咱清玄宗还是挺落魄的。你大师姐闭关去了，你二师姐带着你3师姐和4师姐下山历练去了，你5师姐呀回家探亲去了，所以清玄宗女弟子如今呢，就只剩下你一个了。好家伙呀，刚入门就成了清玄宗女弟子独苗，哼，这剧情妙啊！走吧，现在带着你去见见你的师兄们吧。华修远转过身去，带着叶玲珑从右往左走，最先走进的是7师兄的院子。刚进去，就看到几个打扫仆人对着华修远行礼问候。他人呢？回掌门的话，7少爷到隔壁宗门切磋去了。去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知，但他已经去了1个多月了，您不知道吗？华修远沉默了。叶玲珑再次呆住了。他师傅这个掌门当的多少有些不靠谱，可他万没想到，这还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啊，他师傅带着他从7师兄的院子一路走到了大师兄的院子。身为掌门人的他方才知道，原来七星宗不止女弟子就剩1根独苗，就连男弟子也只剩下1根独苗了。大师兄裴洛白走出房门的时候，叶玲珑忽然有点相信师傅说的清玄宗是按颜值来收徒的。裴洛白身姿英挺，仿若修竹，面容清冷，风姿如玉。洛白啊，这便是为师今年新收的弟子，姓叶，名唤玲珑。从今天开始呢，小师妹便交由你来教导。她年纪小，修为弱，且资质不算上佳，还辛苦你多费些心思吧。知道了。既然如此的话，那为师便先去忙了。叶玲珑呆呆地转过头来，看向裴洛白，一脸迷茫的模样。你知道自己住哪个院子吗？知道，刚刚师傅给我指了。那就行，你回去休息吧。那边会有仆人照顾你的衣食起居，若是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来找我便是了。就这样？叶玲珑又呆住了。他记得原著里叶荣跃进七星宗的第1天走了一套漫长的流程。小师妹
可还是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说呢？叶玲珑觉得问题很大，整个清玄宗没有一处不是问题，但真正要问出口的时候，又不知该问什么。看他呆愣着半天说不出话来，裴洛白以为他是怕生了，于是他从空间戒指里摸了一只漂亮的空间戒指出来，递给他。这是大师兄送你的见面礼，须弥戒指可纳万物，以后你装着东西啊也方便一些的。我知你年幼，去到清玄宗会很不适应，若是你想家了，心情不好，可以吃点灵果，灵气浓郁的时候呢，人的心情也会好一些的。这袋子里啊装了500枚灵果，你就当零嘴拿着吃吧，不够了再来找我。他爹娘耗了许多家产，也才买了10枚灵果给叶荣月。好家伙，他大师兄见面就送了500个让他当零嘴儿，灵果拿来当零嘴儿。裴洛白看到小师妹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叹息了一声：唉，这女孩子的心思未免也太难猜了吧。也罢，原谅大师兄我对送礼实在是不太在行。这里有1万枚灵石，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叶玲珑再次被这笔巨款给砸懵了。叶荣月出门的时候，爹娘也才凑出了100枚灵石而已啊，但这回他迅速做出了反应，他怕他要是再不给点回应，大师兄会把家底儿掏光。大师兄，这见面礼太贵重了，我怎么好意思收呢？无妨的，我只是怕你不喜欢。喜欢，大师兄送的礼物我都喜欢，我刚刚就是有点反应慢。喜欢就好，你回去休息吧。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修炼？你想修炼的时候便到我院里来，我会教你的。叶玲珑捧着这一怀抱的重礼，快要被他的大师兄感动昏了。谢谢大师兄，那我先回院子里去了。好。叶玲珑去了分给他的院子，院子干净整洁，里面的绿植装扮也很用心。原来满口灵气浓郁是这种感觉，美味啊！等下，原著里写着清玄宗满门反派不得善终，人人都成了叶荣月步步高升的垫脚石，尤其是大师兄，不但被叶荣月一剑穿心而死，死后他的本命法宝还被叶荣月给捡走了，下场非常的凄惨。不行，那可是我大师兄。他内心激动着，忽然门口一阵风动，有什么东西嗖的一下窜了进来。这时他感觉到有人在他身边坐下，他转过头，果然看到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他剑眉星目，面容俊朗，五官棱角分明，且容貌好看。一听说师傅带了个小师妹回来，我就立马赶过来了，没想到竟然还真是小师妹。豆芽菜这么小的师妹，虽然她年纪确实小，但这豆芽菜这形容词儿她不喜欢。我还以为我的师兄个个都像大师兄那样的身形高大挺拔，像修竹，没想到竟然也有像冬瓜的。宁明成差点没气得从椅子上蹦起来，但最后顾及师兄形象，只能阴阳怪气一番。嚯，小师妹好一张利嘴，不愧是吃过灵果的，战斗力确实不凡。知道你还来招惹我？小师妹虽然小，但她长得是真的可爱啊，可爱的很难让人不喜欢。于是她从戒指里掏了一枚珠子，那我是来送见面礼的，叫声六师兄，这枚珠子就给你。叶玲珑看了他一眼，笑着唤了声六师兄，叫一声不亏，嘴巴越甜礼物越多。年纪小嘛，卖萌撒娇最是拿手了。叶玲珑放在手里仔细的研究了一番，没看出什么名堂。这个是鲛珠，你往里面注入灵力就能下雨，虽然比不上大师兄给的见面礼贵重，但这个很有趣的，你试试，可好玩了。叶玲珑将灵力注入到鲛珠里面，很快屋子外面哗的一声掉了雨水下来，然后两人就呆住了。叶玲珑一脸问号，这也算雨水？这不是跟往外倒洗脸水一样的效果吗？
就这点灵力啊？传闻小师妹是这次修仙收徒大会的最后一名，传不起我呀。六师兄，这珠子这珠子就是这效果，小打小闹逗你一笑罢了。叶玲珑点了点头，竟然还真没怀疑宁明成的话。六师兄，师傅是真的不会教我们修炼吗？不会，他从来不管我们的事情。那他每天做什么？谁知道呢？他把我们丢在这里，自己住另外一个山头。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不是在练字就是在喝茶，日子过得比乡下老头还要悠闲。可是如果大家都不修炼，万一以后遇到强敌，我们门派怎么办呢？师傅他一个人能强大到击退所有敌人吗？你指望他，还不如指望大师兄呢。他一个金丹出去迎战，他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啊？那大师兄是什么修为？元婴啊。你当心点啊，吃个灵果都能翘2次，你是喝奶长大的吗？这也不能怪他呀，谁能想到作为清玄宗的掌门，华修远只有金丹的境界，而大师兄却已经达到了元婴。元婴什么概念？在他们下修真界最高的修为便是元婴期，元婴期突破到化神期后，就能够到上修真界去进一步修炼。换句话说，在下修真界，金丹期一抓一大把，元婴期拿出来就是大佬级别。叶玲珑第二天一大早便出现在了裴洛白的院子里。裴洛白一脸诧异地看着这个新来的小师妹。她不是收徒大会最后一名吗？怎么看起来比第1名还勤奋呢？你真的要开始修炼吗？叶玲珑使劲点点头，脑袋上的2个小揪揪跟着他一起晃。好，那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看看你的灵根吧。叶玲珑把小手伸了出去，只见裴洛白的大掌覆盖上了他的掌心，一道灵力犹如脉络一般缓缓地注入他的掌心之中。你是木水火3灵根，灵根虽然杂了一点，修炼呢会比别人困难了一些，但这也就意味着你未来可能性比别人更多。只要你愿意努力，一定不会比别的人差的。以前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废物，不应该浪费资源浪费力气，就连他爹娘都这么认为。他早就已经习惯了别人看不起他，可刚认了1天的大师兄却不这么说。他说他的可能性比别人更多。小师妹，我从最基础的心法开始教你，开始会有些难，若你一遍学不会的话，那我们呢就再多学几遍。知道了，谢谢大师兄。你尚且年幼，修炼对你来说呢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这样吧，若你今天能够背下这套入门心法的话，我呢便再给你100枚灵果。若是你3天内能背下心法，我便给你50枚，可好？那学习之前呢，先奖励你吃1颗灵果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学吗？这是什么教育方式啊？人还没开始学，奖励就先到手了。换了个懒惰的，现在就已经开始摆烂了。大师兄，按照约定背下来的才有灵果，你不可以提前给哦。裴洛白看他这么认真，忍不住露出了一抹轻笑。小师妹说的对，大师兄以后呢一定会遵守约定的。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背吧。他平时不爱笑，可笑起来真的好好看啊。裴洛白牵着叶玲珑的小手，带着他坐下，然后将他的2只小手翻开，他的大掌凝聚了一道灵力，像是交错的线一样注入到叶玲珑的掌心里。我现在给你念心法，你一边背啊，一边按照心法的内容感受一下是用心法运转内力是怎样的。好。裴洛白速度缓慢又细致地给他讲了一遍心法，讲完之后他收起了灵力。讲解完了，你可都记下了？记下了。好，现在我念一句你跟一句，我们多念几遍，争取把它背下来。大师兄，我已经记下了。裴洛白一愣，他问的是他有没有记下他的讲解啊？叶玲珑张口把心法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师兄，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不信你听。叶玲珑倒着背给他听。
才背了第一句，就吓得裴洛白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小师妹，这心法可千万不能倒着背啊！大师兄，现在可以把答应的奖励给我啦。裴洛白干脆地把100枚灵果交给了叶玲珑。既然你背下来了，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步吧。你试着按照心法运转灵力，一开始不对没有关系，多试几次就好了。叶玲珑点了点头，她将小手心翻出来，按照心法上的运转，只一遍就把刚刚裴洛白展示的灵力像是交错的线一样汇入一个点的效果做了出来。裴洛白一边看着，表情渐渐的凝固，最后又呆住了。就这领悟能力，竟然是收徒大会的最后一名。大师兄，是这样吗？是。啊，按照进度呢，接下来应该教你剑法了。把灵力运转到剑法上，拥有一个修炼者的基本战斗能力。那好，我们现在就学剑法。可是呢，我没有给你准备好适合你的灵剑。那我先随便用一把木剑、铁剑都可以。只要加快进度，让他迅速入门，后续他就可以跟大师兄每天一起修炼了。不行，我的小师妹的手上就是应该用一把好剑，这样打下来的基础才最好、最牢固的。这样，你今天回去呢，先把我教你的练熟了。我明天带你去剑冢选一把剑。剑冢内很危险，你必须要听我的，不可以有一点差错的。好。一直到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六师兄又来串门，听说大师兄要带他去剑冢的时候，他差点没惊讶地蹦起来。什么？大师兄明天要带你去剑冢？去个剑冢反应这么大，难不成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成？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呀？去就去呗，但你一定要听大师兄的话，不要乱跑，知道吗？六师兄，你确定没有别的话要跟我说？没有。宁明成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大哭给吓到了。小师妹，你怎么哭了呀？因为你连实话都不跟我说，我明天要去剑冢了，你们都说危险，可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危险。我要是不清不楚去了，一不小心碰了不该碰的，我死在哪里回不来了怎么办？呸！你不会死的，大师兄肯定会看好你的。哎呀，行吧，只要你一直留在清玄宗，你迟早都会知道的。你知道清玄宗为什么是整个修仙界最差的宗门吗？因为在修仙界，大大小小的门派都会选择灵气浓郁的地方建立宗门，以便修炼。而清玄宗所在的这片山头，灵气稀薄的可怜，根本不适合修炼。可大师兄都到元婴了，就连你也有金丹，你们这个年纪的这个修为，放在任何一个大宗门都是天才的存在。因为在清玄宗的群山之下，有一个非常危险的秘境，秘境里面灵气非常浓郁，而且宝物多不胜数。整个清玄宗所有弟子都是在里面修炼的。你刚来那会儿，我不在院子里，就是去秘境修炼了。宁明成取出一个鲜红色带着光泽的灵果，递给叶玲珑。就连灵果也是在秘境里摘的，否则清玄宗那么贫瘠的地方，怎么可能让咱拿灵果当零嘴吃？那这个给你尝尝，今早我去摘的，这种赤焰果比那些普通灵果更美味，灵气更浓郁。这玩意儿原著中提到过，叶荣月在筑基之后，随着宗门去探索秘境的时候，在秘境里得到的。当时叶荣月拼尽全力斩杀了一只守护在旁的3级火焰鸟，才摘下的这个赤焰果。小师妹，你怎么不吃啊？六师兄，摘这赤焰果不容易吧？我听说赤焰果旁边会有个3级的火焰鸟守着。嗨，你六师兄我好歹是一金丹，3级赤焰鸟算什么呀？金丹又怎样？当时叶荣月找到赤焰果之前，那只3级的火焰鸟刚重伤了一个金丹期的弟子。好了，你别这副表情。赤焰果虽然不常见，但我摘它确实不算困难。不信你看我有哪点受伤的样子吗？知道你心疼六师兄，这赤焰果就值了。叶玲珑点了点头。六师兄这生龙活虎的样子，确实不像是受了伤的。咱清玄宗果然藏龙卧虎，
所以剑种也在秘境里吗？是啊，所以我才说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啊。在修仙界，越多的机缘意味着越大的危险。清玄宗的秘境好东西多不胜数，所以它有多危险，你应该知道。所以咱们师傅什么也不教，所有的师兄师姐都是自己到秘境里面去找机缘修炼的。是啊，在清玄宗要么玩命修炼，要么庸碌无为自己离开。得知了这个秘密，叶玲珑心里忽然有些难受。怪不得清玄宗看起来落魄又富裕呢。落魄是因为别的宗门有人手把手教，大量的资源可以积分兑换。小师妹，你怎么哭了？你胡说，我才没哭呢，我是眼睛进沙子了。我给你吹吹。不要，六师兄，如果一直在清玄宗秘境里面修炼，有没有机会从元婴期突破到化神期啊？有啊，咱大师姐就是化神期啊。叶玲珑瞪大了双眼，清玄宗竟然有化神期的大佬。不过他常年闭关修炼，很少能够见到他。叶玲珑点了点头，见不到没关系，但他的存在证明光靠清玄宗秘境从元婴突破到化神是可行的，所以他大师兄是很有可能到化神期的。只要在叶荣月对上他之前，他突破到化神，他就不可能输。六师兄，我决定了，我明天开始就去秘境修炼。小师妹，你可别胡来，跟大师兄取了剑就走，里面很危险的。你就算要去清玄宗秘境里修炼，至少也要等到金丹期才可以啊。什么金丹期？金丹期的才能进去？清玄宗里没有灵气，那刚进门的怎么修炼？需要宝物，师兄师姐会帮你们进去找；需要灵气，师兄师姐会给你们摘灵果；需要历练的话，师兄师姐也会先带你们去别处。总之，没到金丹期，切不可随意进入清玄宗秘境修炼。啊，那得多久啊？那就看个人勤奋和天赋了。二师姐带着三师姐和四师姐去历练了，他们此番历练归来，应该很有机会突破金丹。五师姐回家去了，她才筑基中期，离金丹还有好长一段路呢。叶玲珑点了点头，重点在思考那第一句勤奋和天赋。他灵根不好，可他聪明呀；他资质一般，可他勤奋啊。叶荣月从炼气期到金丹期也花了3年，他也不是没希望追上的。小师妹，你在听吗？在听。明天到秘境，记得一定要听大师兄的话，不可乱跑，懂吗？懂了。叶玲珑心情愉悦地哼着歌，一蹦一跳地去到了大师兄的院子里。刚进门就听到大师兄正在训斥六师兄。你不该告诉他关于秘境的事情，他如今年纪太小了，若他坚持不到金丹就放弃离开清玄宗的话，那师傅会对他……裴洛白的声音戛然而止，他和宁明成2个人转过头去，看向站在院门口的叶玲珑。小师妹，你来了。清玄宗的秘密怎么那么多啊？我刚到，大师兄，我们是现在就出发吗？走吧。六师兄也要去吗？我们俩一起陪你去。哦，这得是多不放心他呀。只见宁明成掌心一翻，一只羽毛鲜艳、看起来又软又呆萌的鸟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只是2级的七色鸟，性情温和，飞行速度也不快。你坐它背上，它带你飞，比我们御剑带你要舒服。哇，这只七色鸟好漂亮！六师兄，你怎么连灵兽也都有啊？这是五师兄送的，他擅长御兽，给每人送了一只。这只七色鸟太温和了，没有攻击力，大家都不愿意要，我只好收留它了。等你五师兄回来，他肯定会送你一只的，到时候挑你喜欢的。哇，我也会有一只灵兽吗？叶玲珑想想就好开心，他这起点早已秒杀叶荣月。走吧。七色鸟飞起，大师兄和六师兄也直接飞了起来。一落地，叶玲珑就看到四周围的地面上弥漫着一层层黑气，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很快，前方光芒一闪，出现了一个裂口，裂口里面漆黑一片，像是一只怪兽的大嘴张着，引人进入。
走进密室，他们直奔剑冢。剑冢的四周围全是断壁残垣，上面似乎还残留着斑驳的血迹，地上还有森森的白骨。他不知道这里以前发生了什么，但光看着便让人心底不由自主地产生震撼和恐惧。小师妹，你就在这一片地方去找跟你契合的剑吧，找到了就拔出来，我们动作快一些。叶玲珑点了点头，遵从大师兄的吩咐，开始在他划定的范围内找剑。他一边走一边看，看到了无数的残剑上面还残留着血迹斑斑。他还看到地面上那些灰色的邪灵绕着他的脚打转。他越走越深，越走越远，一直到忽然听到前方有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过来。他往声音来源处看了一眼，看到在剑冢的中间最高的一个石碑之上插着一把黑色的剑。他正要抬脚走过去，忽然想起了两位师兄，为求谨慎，他还是跟师兄们说一声。可谁知等他回过头去，身后是一望无际的剑冢，没有入口，更没有两位师兄的身影。过来。你谁啊？我凭什么听你的？过来你就知道了。我又不好奇，不知道也无所谓啊。你若是不过来的话，我现在就弄死你。哦，你来啊。这小孩怎么这么难搞？你等着。话音刚落，叶玲珑四周围的景象骤然改变，一股强大到足以将他撕碎的力量在他身边席卷着。等一切平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块最高的石碑和石碑上插着的那一把黑剑出现在他面前3步远的位置。好家伙，放最狠的话，搞最大的动静，结果就是瞬移一下把自己挪到他面前。喂，你是这把剑的剑灵吗？哼，算你有眼力。倒也不是有眼力，因为正常人类做不出你这种蠢事儿。愚蠢的人类，你这是在激怒我吗？又傻又凶，还玩不起，这剑他不收。愚蠢的人类都能激怒你，那你这脾气也太不值钱了。这他妈说的好有道理，但他还是很生气，怎么办？应该怎么找回这个场子呢？我要去找一把单纯可爱又温柔善良的剑去，你呢，去等其他人来吧。那把剑一下子就急了，他再次使用了他的力量，扭转了空间，使得叶玲珑无论走到哪儿，他面前始终都是他。你是没人要了吗？你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好可怜哦。我不管，你今天必须要收下我。为什么？你贪图我的美色？这是一颗小豆芽菜能说出来的话吗？他怎么那么不要脸呢？气死贱了！你若是不收的话，我们就耗着吧。可你总得告诉我，你到底贪图我什么啊？你若是收了我的话，这秘境里边的所有宝物都给你取出来。这点诱惑我还抵得住。这点诱惑，那把黑剑气到发疯。这里有多少宝藏他知道吗？还是说他真的有更好的才不屑？不会吧，他什么来历啊？不会真的那么富吧？黑剑有点慌了。你还是直说吧，理由合适的话，我收了你也不是不可以。唉，我想要你的血。原著里，他被叶荣月的舔狗万箭穿心而死之后，叶荣月匆忙赶来给他收尸。当时他说的是，好歹做了10年的姐妹，他不忍看他曝尸荒野。给他收尸的时候，叶荣月从他的心脏处拿走了他的心头血。因为当时他整个人已经死透了，可他的心头血却依然还是温热有活力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心头血有什么作用。现在从这黑剑的反应来看，他的心头血必定有大用。喂，我已经说了，你赶紧答应我。我的血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不清楚，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你的血液里面有强大的生命力，那是一种浩瀚而包容万物的生命力，可以使得万物复苏，万物生长，万物生灵。这么一说倒是合理。
这把黑剑失去了它的光芒和力量，若是他的血真的有这么大的作用，他想要也是正常的。那你刚刚说的，只要我收了你这秘境的宝物，你都给我取来，是真的吗？已经交代了实话，就等着叶玲珑乖乖交血的黑剑一脸问号。这就是他说的能抵得住宝物的诱惑，只为一个缘由。他是不是被摆了一道？这豆芽菜小小年纪怎么能这么阴险呢？是真的。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送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了吧。话音落下，他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将血液一滴一滴的注入到剑身之上。下一秒，黑剑光芒大闪，他整个被一股能量卷起，空间像是破裂了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片巨大的莲花池，莲花池上飘着一朵朵漂亮的青莲，青莲的花瓣上不停地掉落着白色的光点，看起来圣洁无比。而这时候他注意到，在这个奇特的空间里面，灵气浓郁到几乎能化作液体滴出来，这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灵池一般。他还从未见过如此浓郁的灵气，就连昨天晚上吃下赤焰果时溢出的灵气也远远不及这里浓郁，浓郁到他恨不得原地坐下，当场开始修炼。但这时他看到他那些被包裹的血液忽然从他眼前飞入了莲花池之中，飞到了那一朵最中央最大最漂亮的青莲之上。这时叶玲珑才注意到，那一朵青莲的中央似乎躺着一团黑色的小东西。只见那团血液缓缓地靠近，然后往小东西的嘴巴里一点点地钻了进去，一直到所有血液喂完，那团黑色的小东西动了一下，它蜷缩的身体舒展开来。那一刻，叶玲珑看呆了，它竟然是一条黑色的小蛇。小蛇长得非常漂亮，它全身的线条精致而完美，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放大欣赏。小师妹，你刚刚去哪儿了？快急死我们了！你有没有事啊？宁明成赶过来的时候，满头都是汗水，脸色还有些微白，看样子是真的吓坏了。我刚刚就在这里找剑，我哪儿都没去啊。叶玲珑没说实话，那把黑剑既然能够打破大师兄设置的结界，把他从他们眼皮子底下送走，又把他送回到他们面前而不引起他们的察觉，说明黑剑的实力远在他们之上。若真的有事儿，他说出来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帮自己，反而还会连累到他们，所以他选择不说。小师妹，你有没有受伤啊？刚刚是发生什么了？你怎么会消失在我的结界里呢？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按照你们的交代，在这片地方找剑，我找了半天，一把合适的都没找到。哎，这是什么？裴洛白指了指他的右手。叶玲珑抬起右手，他那一脸无辜的表情骤然裂开。那一把该死的黑剑居然在他的手上，这混蛋刚刚才阴过他，这会儿竟然还有脸跟着自己。这把破剑是我在地上捡的，但是它真的又丑又普通，看着就讨厌，我正打算是扔掉呢。叶玲珑说扔就扔，抬手就往远处扔了出去，连裴洛白和宁明成都没来得及阻止。那把可不是破剑，至少他们出入那么多次剑种，没见过比那把更好的剑了。那我们就去找一把漂亮的。我之前看到一把彩色亮晶晶的，你肯定喜欢。彩色亮晶晶的剑，那是什么装了灯泡的幼儿园玩具剑吗？打架的时候拿出去会被笑掉大牙吧？他正要拒绝，只见那把黑剑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这剑是自己选择的，小师妹，它该不会是一把有剑灵的剑吧？要知道他们整个下修真界还从未出现过有剑灵的剑呢，这可是头一把。黑剑，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来历，但是我小师妹修为尚浅，资质也是一般的，绝不是适合做你主人的人，你可否另行择主？大师兄，你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
叶玲珑怒了，他把黑剑放在地上，然后2只脚踩了上去，踩在上面使劲地蹦了好几下。小师妹，你快下来！我不下，我就踩着，有本事他自己起来。叶玲珑话音刚落，那黑剑就真的起来了，而且还是带着他飞起来的。你要是敢把我给摔了，我就跟你没完。话音落下，那黑剑还真就老老实实的把叶玲珑平稳的放在了地上。这一幕再次把裴洛白和宁明成给震撼住了。我不要你了，你走吧。那把黑剑在他面前晃了晃，虽然没开口说话，但意思叶玲珑都看懂了。他在质问自己为何出尔反尔，刚刚明明答应过要收了他的。我就是个小孩子，小孩子说的话你也信，傻不傻？黑剑急了，他说话不算数，还能这么理直气壮的？他愤怒地对着空气使劲地戳了个眼花缭乱，警告叶玲珑他可不好惹。这家伙的警告他之前刚见识过，没什么威力，大概率最后还是自己怂，他丝毫不慌。更何况他现在有求于他，他更不可能对他造次。虽然他不了解，但他的血好像是心甘情愿给出去的才有用，直接杀人取血是用不了的。所以呢，他没办法，只能拉着脸讨好他。你别晃了，我是不会收你的，你黑不溜秋的太丑了，跟我这种可爱的小姑娘不是一个风格。剑鞘噌的一下拉开，刺眼的剑光带着凌厉的剑气骤然从剑身上爆发出来，看样子是真的生气了。叶玲珑万万没想到，搞半天这把死皮赖脸的剑竟然最恨人家说他丑，离谱了。裴洛白和宁明成顿时就慌了，他们迅速地冲到叶玲珑的面前，将他护住。他们凌厉运转周身，做好大战一场的准备。而对面的黑剑呢，也不甘示弱，他的剑气暴涨，迅速地覆盖他们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将他们包裹了起来，意思是一个都别想逃。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迅速地低下头来，看到了洁白的手腕上，不知何时竟然缠了一条小小的黑蛇。怪不得这把黑剑死活要跟着他呢，原来这条小黑蛇在他身上。这时嗖的一下子，那把黑剑竟然绕开了他的2位师兄，冲到了他的前面。他剑光大闪，杀意满满的样子把2位师兄给吓坏了。就在那一瞬间，他手腕上的那条小黑蛇睁开眼睛看了那把黑剑一眼，下一秒剑光大闪的黑剑气势瞬间消弭，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把彩色亮晶晶的剑。这怂的也太辣眼睛了。已经准备好豁出性命去跟黑剑拼的2位师兄，连尊严都不要了，这爱的未免也太深沉了吧。还在一闪一闪亮晶晶的彩剑，老子竟然要遭这份罪。被彩剑给闪瞎了眼的叶玲珑低下头去看他手腕上那条小黑蛇，只见他的手腕上雪白一片，小黑蛇早就不知藏哪里去了。他忽然心头一动，所以他刚刚出现是因为察觉到自己有危险。你别闪得晃了我眼睛疼啊！你这个审美真的是离了大谱，一次比一次丑的让人抓狂。换个白色的吧，普普通通就行。彩剑瞬间变换成了通体变白的颜色。行啦，我勉强让你跟着我，可你以后不可以再凶巴巴的。白剑疯狂点剑，表示他能做到。你刚刚是不是想杀了我师兄来着？你现在去跟他们道歉。在裴洛白和宁明成惊诧的表情之下，那把剑真的飞过来，朝着他们上下点了点剑柄，表示歉意。既然已经拿到了剑，便离开这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将他安全送回之后，2个师兄又叮嘱了好几遍，没事别惹白剑啊，有事儿就呼唤他们，这才离开。他们一走，叶玲珑就把那把白剑放了出来。好好跟我交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白剑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堆，
说的都是他之前猜到的，而关于他主人的一切，他一句不提。叶玲珑白了他一眼，打发他去清玄宗秘境里摘几个赤焰果回来。他走之后，叶玲珑伸手去摸他干净洁白的手腕，果然摸到了那条小黑蛇。小黑蛇渐渐地现了形，但眼睛依旧紧闭着，看样子还在沉睡。白剑去了半天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果然带了3枚赤焰果回来。小倩干得漂亮。叶玲珑他伸手去拿赤焰果，正准备往嘴里送，这时白剑凉凉的声音传来：如果你想当场暴毙的话，就赶紧把它们都吃了。你前不久才刚吃了1枚吧？就你这屁点的修为，你也敢直接吃啊？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吃了就算了，但上次吃了赤焰果，灵力暴涨，导致急速扩张的经脉还没有恢复好，你又想吃第2枚，你这不是嫌命长了吗？好好说话，你会死啊！会啊。叶玲珑抬起右手放在他的左手手腕上，眼看着就要唤醒手腕上的小黑蛇。白剑吓得赶紧道歉：哎呦，对不起啊，我错了，我刚刚已经死过1回了，现在的我是重生后的我，是一把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剑。你家主人还在我手上呢，我治不了你。记住啊，没有下一次了。唉，真是能狐假虎威呀，这小豆芽菜怎么那么能装呢？哎，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说。别乱给我起什么破名字，什么小贱，老子比你祖上几百代祖宗年纪都大呢，而且老子是有名字的。那您老人家姓甚名谁？这他娘的是让人蹭蹭的冒火呀！这小豆芽菜怎么能这么阴阳怪气的呢？玄影。啊，玄影？怎么？没听说过。主人，我现在就宰了他，回头重新给你找个合适的血包吧，真的是忍不了了。眼看着玄影又要暴跳如雷，叶玲珑悠悠然地往左手手腕上轻轻一碰，顷刻间世界安静了。他顺势躺在了桌子上不动了。他将赤焰果全部收起来，放入戒指中，然后继续打坐修炼。玄影，玄影一动不动，没反应。你再装死的话，我就……哎，有本事你别拿我主人来威胁我呀！动不动就拿他来威胁我，算什么好汉？我又不是好汉，我只是个小孩子，你跟小孩子讲什么大道理，我又听不懂的。他保证，等主人醒来的那一天，他一定把豆芽菜剁成豆芽泥给主人尝尝鲜。有事就说。这里灵气太稀薄了，你带我去秘境里灵气浓郁的地方，不要修炼。就你这资质，怎么？也不是不能练。至少打败修真里这些小鱼小虾是问题不大的。来，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是真的。虽然你现在只有3灵根呢，但是凭借你的特殊体质，日后领悟更多的灵根呢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肯努力，又能遇到好的机缘的话，练全9条灵根也不是不可能。他在说什么啊？灵根不是越少越好，越纯越金贵？哎，你在说什么胡话呢？1条灵根练顶天了，也是1条啊，能跟9条灵根全部练顶天的人比吗？你们这些小蝼蚁之所以觉得灵根越纯越好，那单纯只是因为你们连1条都练不好，更不可能同时练9条了。练不好就说他灵根多了不好，这不就是自我欺骗吗？结果还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把它当作真理了。叶玲珑撑着下巴陷入沉思。按照玄影的理论，那他岂不是灵根比叶荣月的有优势？叶荣月是单灵根，能迅速修炼，快速成型，而他呢是3灵根，需要3条灵根兼顾的话，速度自然比他慢，也比他吃力。
但他若能同时练好3条，秒叶荣月还不是轻轻松松的。走，咱们现在就去修炼。果然是小孩子，好幼稚啊。在玄影的带领下，叶玲珑重新回到了遇见小黑蛇的那个青莲灵池里。当浓郁的灵气涌上来的那一刻，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他迅速地坐下打坐，闭上眼睛修炼起来。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叶玲珑白天跑去找大师兄学习剑法，夜晚跑到秘境来修炼。尝到了甜头的他，又花了3个月时间，把3条灵根一起修炼到了炼气后期。他不但自己修炼，还每天都在大师兄身边叨叨他，让他也勤加修炼。叨的他大师兄一见到他就下意识地汇报自己的修炼成果。完了！玄影被他这一惊一乍的给吵醒，整把剑瞬间陷入暴躁中。哎，我说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你啊？原著中记载，4个月后，叶荣月跟随他大师兄从七星宗出发去西山秘境，解救被小魔头围困的同门。叶荣月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小魔头好像叫季子卓。季子卓又是啥玩意儿？快回去找我大师兄。小师妹，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平时他都是等到日升高空的时候才会来，今天也太早了吧？大师兄，不好了，七师兄他出事了。子卓，他出什么事儿了？他刚刚送了一只纸鹤回清玄宗，说他在西山秘境遇险，求师门救援。裴洛白眉头微微皱起，七师弟这人平时风风火火的，时常在外面打架切磋。以清玄宗为中心，好几千里之外的宗门全都被他上门挑战过。但他向来奉行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无论是他大获全胜，还是他被人打掉了牙，他从来都是一声不吭，不炫耀，也不报清玄宗的名号，更不会因为自己陷入了危险而求救。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小师妹可能看错了，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外人企图向他们设下陷阱。小师妹，求救纸鹤呢？送到就化成灰烬了。叶玲珑知道大师兄心思缜密，做事周全，要是没有实在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动的。但是没关系啊，他是小孩子嘛，无理取闹很合理吧？大师兄快走啊，你快去救七师兄，再不去他就要被人欺负死了。哎，小师妹，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有蹊跷吧？才不会有蹊跷呢，你不去我去，我现在就走，我一定要把七师兄给救回来。玄影，玄影嗖的一下从戒指里飞出来，载着叶玲珑嗖的一下冲了出去。裴洛白情急之下只能迅速的追在后面，避免他遇到危险。裴洛白跟着叶玲珑一路飞往西山。西山秘境是一个稳定的小秘境，里面的妖兽等级大多数是1级，小部分是2级，3级的妖兽基本上见不到。但裴洛白和叶玲珑在西山上落地的时候，裴洛白看到西山秘境里确实有力量波动，里面好像真的出事儿了。可七师弟怎么说也是个金丹啊，他一个性格火爆的金丹，怎么会进西山秘境这样的低级秘境？小师妹跟紧我了，这里是筑基期弟子所历练的地方，里面有不少的1级、2级的妖兽，这对你一个练气期的弟子来说呀，是非常的危险的。叶玲珑一脸认真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趁着裴洛白不注意的时候，他回过头，一道灵力打在身后某个树枝上，树枝一晃，上面蹲着的那只1级灰鸟身体僵直地从上面掉了下来。3灵根一起修炼，果然很牛逼啊！玄影，赶紧去捡我的战利品。切，捡那些破烂干啥呀？你懂个屁啊！这是我第一次对付妖兽，很有纪念意义的。我呸！我看你啊，就是看我太闲了，没事找事儿吧你？啊，跟了我4个月，你开始长脑子啦？不要和小孩子计较，小孩子都是幼稚鬼，小孩子真的是很烦很烦。裴洛白带着叶玲珑走了一路，
叶玲珑偷偷摸摸的在他身后打了一路，一直到他们走到秘境里一个巨大的湖泊附近。在那里聚集着大量的宗门弟子，看穿着至少有10来个宗门。而此时他们正中央站着的是一个穿着蓝色锦衣、绣着7星纹的男子，他身边那个穿着7星粉衣的女子正是叶荣月。不好，他们先来一步了，要出事了！叶玲珑当机立断，从戒指里一把抓出玄影，将它用力一甩，直接扔了出去。毫无预兆，被丢出去的玄影在半空中骂了无数句脏话。他发誓，等着血包没用了，他一定弄死他。玄影眼看着自己马上就要姿势难看的砸到地上，他迅速的借势，一个翻转，帅气的插进了人群正中间的土地上，立于众人之间。众宗门弟子在此，在下7星宗谢灵异，不知阁下是何人，为何要将这剑送到我们面前？谢灵异皱着眉头看向裴洛白，而其他人也是一脸警惕地看着他。他们没穿门派服，肯定不是联盟里的宗门弟子，更像是世家子弟或者是散修。只见裴洛白转头看向叶玲珑，小师妹，好端端的你扔剑做什么呀？啊，我就是随手一扔，我也没想到会扔这么远，谁能想得到他还能立在地上，看起来一副想干架的样子。叶玲珑没撒谎，他只是心里着急，想即刻打断叶荣月和他大师兄接下来的行动而已。谁知道玄影这货这么要面子，非要搞个这么霸气的落地姿势。听到这对话，对面的宗门弟子一个个都愣住了。小师妹，这称呼，难道他们也是宗门的人？玲珑，你怎么会来这里？你不也在这里吗？为什么我就不能来呢？我的好姐姐。这一声姐姐叫出来，在场的不少人立即猜到了叶玲珑的身份。4个月之前，在修仙界的收徒大会上，叶荣月以天才之姿被众宗门争抢，而当天他的妹妹却爆出养父养母苛待于他。原来眼前这个小姑娘就是叶荣月的妹妹啊！听说姐妹俩一个天一个地，姐姐去了最好的7星宗，妹妹好像是去了一个最差的宗门。被叶玲珑这么一反问，叶荣月愣了一下，脸上露出受伤的神色。啊，对不起，我刚刚太着急了，我只是很担心你的安危。你不过才炼气初期，西山秘境是筑基期弟子历练的地方，对你来说太危险了。师妹，你不必这样卑微，你又没做错什么，反倒是某些咄咄逼人的人应该反省才是。谢灵异心疼地看了叶荣月一眼。当初看原著的时候，叶玲珑就知道谢灵异是叶荣月的头号舔狗，而且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你不跟我一样都是炼气期吗？怎么我来就危险，你来就不要紧了？你这话里话外看不起谁啊？叶荣月瞪大了双眼，她跟叶玲珑是一起长大的，小时候这个妹妹也刁蛮任性，专横跋扈，但说话一直都挺没脑子的。可怎么现在凶还是凶，但对起她来句句有章法呀？是大师兄带我进来的，所以我不会有危险啊。我只是担忧你的安危，你为什么要这样句句针对我？是因为我去了7星宗，而你去了一个不知名的门派吗？我不也是大师兄带进来的吗？他那么大个人，你是看不见吗？你说我针对你，那当初在收徒大会上是谁公开为你说话，给你讨回了双倍入门礼？我对你的恩德你是根本没放在心里，光惦记着我刚刚对你了。被对得哑口无言的叶荣月整个人瞪大双眼呆住了，半天找不到下一句话。叶玲珑一脸好笑地看着他，论对人他就没输过，毕竟当年高考拿了个满分的语文状元，实力可不是盖的。还有啊，你说我们是不知名的门派，这话是你师父教的吗？还是说你打心底里就看不起我们宗门？姐姐啊，你一个炼气期而已，有什么资格那么狂妄呢？这时旁边那些听了个一清二楚的宗门弟子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叶荣月这么温柔，
她这个妹妹却好凶啊，资质差还这么凶，姐妹俩真是两个极端呢。凶是凶，但她说的没道理吗？叶荣月听起来大度又替人着想的话语，哪句不是话里话外瞧不起她妹妹？瞧不起还对不过，这就是天才少女吗？哼，真是丢死人了！一个练气期而已，整天的炫耀天才少女，天资过人，我都快听吐了。其他的不说，光那句不知名的宗门，就看得出叶荣月有多看不起她妹妹了。要换了我何止对她，我得骂到她低头认错才行。可拉倒吧，人家大师兄啊，在旁边护着宠着，你敢骂他？你是嫌命长了吧你啊？人家大师兄是金丹呢，这里遍地都是筑基，谁打得过他呀？果然，看到叶荣月受了委屈，咬着下唇难受的样子，谢灵义心疼的不得了，人一下子就急了。你这牙尖嘴利的小丫头，休得欺负荣月！她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你却句句带刺。你这分明就是嫉妒到面目全非，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可最后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哼，我嫉妒他什么？他练气期，我也是练气期，他比我强哪儿？你……谢灵义被气得七窍生烟，他抬手就拧起了一道灵力，面容严肃的吓人。身为七星宗的大师兄，我绝不能容忍外人欺负我师妹。你若再出言不逊，那我就……他威胁的话音还没落，只见裴洛白抬手就是一道灵力打了过去。他动手的时候一个字也没说，连句警告都不带的，把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谢灵义眼看着一道强悍的灵力朝着他砸过来，他迅速将手掌心上的灵力转换成一个保护盾，硬生生地挡住裴洛白的出手一击。那一瞬间，谁也没想到一个金丹后期拧起的保护盾竟然像是纸糊的一样，砰的一声就碎裂了。裴洛白的灵力击碎谢灵义的保护盾之后，直冲他的面门。他为了不让身边的叶荣月受伤，硬生生地用自己的身体接了下来。胸口被击中，谢灵义后退一步，一大口血喷了出来。大师兄，你没事吧？死不了，只用了3成力，给他个警告而已。原本她们姐妹俩的事情，我是没打算参与的。小孩子拌嘴打架，他们自己解决就行了。你倒是好，年纪大他们那么多，还要舔着脸参与进去。你不嫌丢人，那我只好让你更丢人了。我不过是警告一下他而已，你却直接动手伤人，你未免也太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警告我小师妹？你算是哪根葱啊？叶玲珑听到这话，不由暗自惊叹。平日里大师兄话不多说，但对起人来丝毫不弱呀。尤其他这一本正经看不起人的样子，简直帅爆了。你再说了，我家小师妹才11岁，年纪小胆子也小，你所谓的警告把她给吓坏了，就凭这一点，我打你也是理所应当的。哎，等下，大师兄前面不是还挺公道的？小孩子打架，他们做师兄的不该参与，可是怎么这话越说越不对劲儿啊？他若心灵受了伤，他会登门讨说法，这不就是妥妥的无脑护短吗？你们……谢灵义正要说话，被叶荣月拉住了袖子，他对着他摇了摇头。大师兄，算了，我们七星宗的弟子心胸豁达，不要与人计较。更何况他们也是宗门弟子，相互之间应该友好相处才是。还是师妹你最大度啊。也罢，这次就不与他们计较了。是啊，别忘了我们的正事，我们是来这里救援同门，切不可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耽搁了救援。原著里记载，叶荣月第一次出宗门历练来的就是西山秘境，原因是他的同门师兄师姐在秘境里历练的时候，发现了秘境中隐藏的一个境中境。他们进去之后，发现里面别有洞天，无论是危险程度还是收获，都远比外面大得多。他们进去之后，便遇到了恰好也进入这个秘境的小魔头季子卓。后来秘境被封锁，他们所有人跟季子卓一起被困其中。
叶荣月和谢灵义打破秘境，救出了他们的同门之后，七星宗的人只认识季子卓，为了杀人夺宝，才将秘境入口封住。于是叶荣月连同七星宗联合其他宗门的人一起打伤了季子卓，将他抢到手的宝物给夺了回来。从那以后，季子卓封锁秘境，残害宗门弟子，抢夺宝物，无恶不作的恶名就在各个宗门传开了。后来好几个宗门联合指认季子卓，曾经对他们宗门犯下罪行累累，彻底坐实了他小魔头的恶名，且越传越凶，直到他死在叶荣月手中都没有过一点反转。当时叶玲珑看原著的时候也觉得这个季子卓是个坏蛋，可前阵子六师兄给他挨个介绍他的师兄师姐的时候，有说到七师兄季子卓，他这人性格风风火火的，又特别喜欢挑战，可谁知每次那些宗门应战之后都被七师兄给打得灰头土脸的，就算有门派的人能把他伤个6、7分，那他也一定是把人家伤到8、9分，就剩一口气儿的那种。在跟附近门派的对战里，他从来没有输过，而且越战越强，越战越勇。从前他实力还不够的时候，也曾被人打败过，伤的就剩一口气，回到宗门的时候死活也不肯说是谁打的他，他只说自己挑战失败，怨不得人。听了六师兄的介绍之后，叶玲珑便觉得七师兄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绝不可能做出封锁秘境、杀人夺宝这样的恶事来。对，救援要紧，七星宗弟子的命可比什么都重要，请各位让开一些，我要运转灵力强行破除这秘境的入口了。慢着，你又想做什么？闹一次就够了，闹几次当真所有人都会纵容你吗？是我在闹还是你太蠢？你知道这里是入口，里面的人也知道，你在外面想着破除，那里面的人更不可能坐以待毙啊，没准他们现在就在入口后面尝试。你直接暴力破除，万一把入口后面的人伤着了怎么办？谢灵义一愣，叶玲珑提醒得很对，但面子上不能矮他一头。这还用你说？这点事情我不至于考虑不到。我破了入口之后会收着力，保证不会伤到入口后面的人。让开！既然破除封印的入口，又要不伤着后面的人，这么难的事情你能做到？你相信你自己，但我实在没办法相信你。毕竟你连我大师兄一击都挡不住，一看实力就不怎么样，也就嘴皮子厉害点儿。被戳中了心窝子的谢灵义顿时黑了脸，他气得浑身发抖，抬起手掌就想往叶玲珑身上拍过去。小小弟子如此放肆，你真当我不敢对你动手吗？那你动一个试试看。你们是哪个宗门的？怎么会教出你们这样无礼的弟子？3番4次阻挠我救我同门，该不会是故意在针对七星宗吧？哼，你能不能别那么大脸，动不动就拿七星宗来说话？我只是针对实力不济的你。你说你会收力，但我根本就信不过。我不会强行让你破除了这个入口，伤到门后的人的。玲珑，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任性，可以怨我恨我，但你不可以拿七星宗弟子的性命开玩笑。再怎么样，大师兄也是七星宗的弟子，他不会害自己的同门。这事也与你们无关，请你们让开。谁说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七师兄也在里面啊！我眼看你那不靠谱的大师兄要乱来，我不比你们着急吗？原来他师兄也在里边啊，怪不得那么着急呢。七星宗那个大师兄看起来确实不咋地呀，换我也怕呀。自家师兄在里面，全靠谢灵义一个不靠谱的外人，谁能安心？这时叶玲珑往入口前面一站，严严实实的堵牢了。我不会让你们强行破除入口的。那你到底想怎样？叶玲珑手指往旁边1丈远的位置指了过去。从这个位置破除。这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一个个都震惊地看着叶玲珑。你疯了！这可是秘境的外壁，不是家里头的房门，想破就能破的呀。玲珑，我知道你恨我怨我，可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胡闹了？人命关天，我们必须要先救师兄师姐。你就让开吧，就算你不相信我大师兄，你也可以让你大师兄来破入口啊。
你为什么非要选择这个位置呢？若是耽误了救人，那后果你能承担吗？叶玲珑被叶荣月给气笑了，以前怎么没看出他这么茶呢？张口闭口就把他的做法全部引到私人恩怨上，就硬说是自己全凭嫉妒心才搞这么多事情的呗。他正要开口反驳，只见他身边的裴洛白面无表情往边上走了2步，走到了他所指的位置。让开点，我要开始强行破除秘境了。听到这话，全场一片抽泣声。他是真的想要尝试从这里破除啊？他真的可以做到吗？叶玲珑难不成没说大话，强行破除秘境的外壁呀？这要传出去，不得被吹爆了呀？裴洛白取出了自己的长剑，不断的往里面注入灵力，然后长剑全力一挥，轰的一声巨响，直接将秘境的外壁给硬生生的划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至少能容2人一起进出。我们家大师兄帅爆了！这时，就连叶荣月都没忍住上前2步，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带着几分崇敬的看着裴洛白。不知这位师兄是什么修为，是从哪个门派，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劈开这厚重的秘境外壁。裴洛白收起了自己的剑，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叶荣月，只淡淡的应了他一句：跟你有关系吗？叶荣月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全碎了。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被人拒绝过。他低下头，咬着嘴唇，红了眼。有些人给脸不要脸，天生不识好歹。荣月，咱不要跟这些人计较。没错，师兄师姐的安危要紧，这些都不重要。叶玲珑站在一旁，看这俩戏精互相飙戏，内心忍不住大呼一句，叹为观止。会演你们就多演点，装逼打脸看多了，强行挽尊的戏他还是头一次看。小师妹，裴洛白叫了他一声，然后伸手将他的脑袋从那2人的方向调转过去，让他看向那个劈开的口子。这样可以了吗？可以，非常可以。自家大师兄在这边风头正盛的，他去看人家大师兄努力找补做什么？这时口子里面传来了一道惊呼声：喂，快看，秘境壁被强行破开了，我们得救了。但为什么破的是旁边的秘境壁，而不是入口呢？来的不是我们的大师兄吗？他已经能破开秘境壁了吗？谢灵翼面色一僵，脚步慢了一些，而叶荣月则脚步不停地走了进去。师兄师姐，你们没事吧？没事儿，遇到一个魔头把我们都伤了，好在大家都还活着。大师兄来了吗？快去把那个小魔头拿下，是他封锁了秘境，抢走了我们的炽烈云鸟，还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打伤了的。什么小魔头？里面还有个小魔头吗？对，他在那边，他叫季子卓。七星宗的那个弟子手指一指，众人齐齐看过去，只见在一棵巨大的梧桐树下，一个少年站在那里，掌心正输出源源不断的灵力，修补眼前的灵力球。小小魔头竟敢如此张狂，今天我必须要教训你，为我的师弟师妹们报仇。谢灵翼刚说完，就提着剑冲上去，他的身后叶荣月也拔出长剑跟了上去。大师兄，我帮你一起。住手！可是七星宗的人根本不理他，他只好又从戒指里摸出了玄影，用力一丢，大喊一声：今晚威胁！顷刻间，被丢出去的玄影气场全开，气势如虹。没记错的话，这把剑是叶玲珑那个死小孩的吧？若是他大师兄来阻挡，或许还能把他给拦下。就他那练气的实力，也想拦他？既然他这么想丢人，那他就成全他，让他丢个够本儿。于是谢灵翼长剑一挥，用力往前一劈，打算把叶玲珑的剑直接劈断，让他失去自己的灵剑。懊悔不已的当着众人的面儿抱着自己的断剑嚎啕大哭。但这还不是结束，因为他劈剑的时候用力过猛，导致叶玲珑的剑身一个反弹，啪的
的一声巨响，剑柄砸在了他的脸上，直接把鼻梁给砸歪了。看到这画面的时候，就连叶玲珑都给惊呆了。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吧！大师兄！叶荣月冲到谢灵翼身边，蹲下身体去查看他的情况。只见他捂着鼻子，满脸都是血，手里还抓着断掉的那一截剑柄，怎么看怎么凄惨，怎么看怎么可怜。大师兄，你没事吧？怎么会这样？太过分了！竟然有人暗算我们大师兄！这时，叶荣月面上再也挂不住，噌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叶玲珑骂道：“叶玲珑，你竟然如此蛇蝎心肠！你……”后面半句“你竟然暗算我大师兄”还没说完，叶玲珑啊的一声惊叫：“不会吧？我就随手一扔而已，不会真的有人觉得我一个练气期的小菜鸟，能当那么多人的面暗算一个金丹期七星宗的大师兄吧？他伤成这样是拜我所赐的吗？真的吗？我真的这么厉害吗？”听到叶玲珑的话，倒在地上的谢灵翼又一口血吐了出来。他今天是出门没查黄历吗？怎么会遇到一个这么讨人厌的小孩？哎呀，这把灵剑是七星宗打造的吗？它都断了，可断口处竟然还有灵气溢出，可见这把灵剑可绝非凡品啊！七星宗出品的就是不一样，我的剑要是断了，肯定就和废铁差不多，绝不会冒着灵气。听到这话，其他宗门的不少弟子好奇地看过来，果然看到了断口处有少许灵气溢出。这剑是好剑，就是断的也太离谱了，还不如叶玲珑手里那把平平无奇的白剑。七星宗的弟子，包括叶荣月，一起再次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该怎么回答呢？总不能说我们家的剑质量不行，你别乱吹吧。但要说自己家的剑质量没问题，那岂不是在衬托他手里的剑更上乘？哎，等下，他不会就等着他们开口夸他的剑厉害吧？意识到这一点的七星宗弟子顿时更沉默了，而倒在地上的谢灵翼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又悄悄地吐了一口血。你又扔剑做什么？你今天已经是第2次了，你这是故意和七星宗过不去是吧？我知道你怨我恨我，可你能不能不要把私人恩怨带到这种场合来？你恶劣的行为不仅伤了我大师兄，还放跑了那个魔头。叶玲珑指了指已经看到动静走到他身后的季子卓：“你说的是他吗？他不是没跑吗？你说话之前就不能先睁开眼睛看一下，你这样我很难跟你沟通的。”叶荣月气的头顶要冒烟了，他刚刚只顾着针对叶玲珑，根本就没注意到季子卓到了他身后。那也不能改变你故意挑衅我七星宗的事实。那是因为你们先不分青红皂白想要伤害我七师兄，我才拦住你们的。我提醒过你们，叫你们住手，但是没有人理我，那我就只能动手啦。你说这个小魔头是你七师兄？姐姐，你好好说话，你要是再侮辱我师兄，我这剑就又要砸出去了哦。他可比不得你们七星宗的精良打造，我这把破剑啊，不受控制的。你……叶荣月被他给气到了，他肯定是不会怕叶玲珑的，但是他手里那把剑把大师兄伤成这样，他又不傻，这怎么可能是一句巧合就盖过去的？既然你说他是你七师兄，那么他也算是宗门联盟中的人，那请他解释一下，为何要封锁秘境，打伤我七星宗弟子，还抢走我们的赤烈云鸟？七师兄，刚刚他们的一面之词我们已经听过了，现在换你来说一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叶玲珑回过头问季子卓，只见季子卓并没有第一时间为自己辩解，而是指着叶玲珑，高兴地向裴洛白问道：“大师兄，她就是我们新来的小师妹吗？”“是的。”“她长得好可爱，而且聪明又大胆。她刚刚一直是在维护我吗？”“准确的来说呢，是她千里迢迢的拽着我从宗门赶来给你撑腰的。”“师傅这个人平时做事不靠谱，但带回来的弟子每一个都很优秀。小师妹，你很好。”“七师兄，见面问好的事情咱回头再说，你先把刚刚的事情给说一遍。”“行，我听你的。1个多月之前，我听师傅说他要参加这一届的收徒大会，届时会带新弟子回来，
我当时就寻思着有新弟子入门得送个见面礼，一直没想到好的，就四处逛着。直到昨天发现这个西山秘境有异动，我进来秘境之后，发现那只赤烈云鸟。这只鸟的羽毛很坚硬，防御力极强，是难得的做防御类灵器的材料。我就想着把它拿下之后，给三师姐帮忙做灵器，送给新来的弟子。谁知我在对付这只赤烈云鸟的时候，被他们几个从后面偷袭了。他们想要抢走我的赤烈云鸟，但我不肯，就跟他们打了起来。我考虑到他们不过是筑基期的弟子，虽然人很卑鄙，但实力太差了，我也懒得真的下狠手，给了点教训就把他们赶走了。可谁知道这个秘境忽然摇摇欲坠，看起来马上要坍塌的样子。我本想拿着赤烈云鸟就走的，谁知道我到入口的时候，发现入口被他们几个封锁了。我猜他们是怕其他人来分一杯羹，所以一来就封锁了这里面。可谁知最后害了自己。我们出不去，只能尽量稳固秘境，不让它坍塌的那么快。所以我花了不少力气修补这个坍塌的秘境，这才让它停止了坍塌，保住了所有人的命。哼，结果倒好，他们一看自己人来救援了，立即倒打一耙，污蔑是我为了抢赤烈云鸟打伤他们来封锁秘境，现在还带着人一起来围攻我。若是今天大师兄和小师妹没有到，耗尽力气修补秘境的我，今天一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能仓皇逃走，任由他们污蔑。你血口喷人！我们七星宗弟子是光明磊落的，怎么可能会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下等宗门，才会做出偷盗抢夺的无耻行径来。你污蔑我就算了，还敢侮辱我宗门！季子卓气炸了，他抬起手，运起灵力，就准备当场把这人暴打一顿。然而他还没出手，就见他家小师妹抢在他前头，取出了那一把白色的剑，手一抬就往那个弟子脸上砸了过去。又来了，他第3次扔这把剑了，前2次打了七星宗的脸，这次不会还能吧？不会吧，他只是一个练气期而已啊！又想要偷袭大师兄的办法来偷袭他吗？那早就做好准备了，就这点拙劣的伎俩，低微的修为还想成功吗？看他怎么收拾他！七师兄季子卓，糟糕，小师妹不但修为低，打架功夫也不太行，这个扔剑的姿势跟扔垃圾似的，必定不会击中啊，还会成为众人眼里的笑话，得赶紧想办法替他找补才行。七星宗叶荣月，我不信了，我就不信他这技术还能成。他明明是一个资质奇差的废材呀！不可以，不能行，不要！大师兄裴洛白，小师妹的人格魅力竟然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论他扔剑的姿势多么简陋，那把剑呢都会拼了命的给他找补回来，实在是令人欣慰啊！此刻虽然大家心思各异，但却又都目光灼灼地盯着那把剑的飞行轨迹。混账东西，竟敢辱我宗门，受我一剑！就当大多数人都等着看叶玲珑笑话的时候，叶玲珑双手凝了一个诀，大喊一声转，那把白剑真就硬生生的在半空之中转了个方向，回到了正轨上，在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时候，直扑那七星宗的弟子的脸。可惜他早有准备，长剑一挥，准备劈开这把剑，强势打脸叶玲珑，然后再剑锋一转，直接攻击他本人。不得不说，他的想法是真的很美妙。铮的一声巨响，七星宗的弟子看着自己手上那把断掉的长剑，整个人都懵了。比谢灵翼还差劲儿的是，他连躲闪都给忘了，直接被叶玲珑的白剑拍到了脑门上。啊的一声惨叫，吓得旁边的七星宗弟子赶紧把他给搀扶住。这一幕把所有人都惊呆住了。这叶玲珑是真的这么厉害吗？他难道真的会隔空控剑？他的灵力操纵已经丝滑到这个地步了吗？就在大家还不肯相信的时候，只听他喊了一声收，那把白剑竟然真的就从地上飞回到他的掌心里。叶玲珑满意的把玄影收了回来，表演的不错，下次继续一起装逼一起飞。我再重申一遍，任何人敢侮辱我的宗门，侮辱我的师兄，我都不会再轻易放过他。
就算是光明磊落的七星宗弟子也不行。可你也不能一点道理都不讲。那我就跟你讲道理。你的同门说我师兄封锁秘境，打伤了他们，抢了他们的赤烈云鸟，那证据呢？所有七星宗弟子都可以作证，我们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还能冤枉你不成？而此时的七星宗弟子只敢在后面跟着点头附和，没人敢再站出来了。叶玲珑手里那把剑太可怕了，挨打不要紧，修仙之人谁没受过伤啊？要紧的是灵剑会断啊！人多就能证明你们的话是真的？叶荣月，你要点脸吧！你们人多有什么用啊？连我都打不赢。咱们凡事讲证据吧，别动不动就我们七星宗弟子光明磊落，我们七星宗人多势众，我都替你们丢人。叶玲珑说完，懒得再多看他们一眼，转头看向在场的其他宗门弟子。我七师兄和七星宗弟子都说秘境入口是对方封的，那简单啊，现在就去秘境入口看一下是谁家的法术，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看到叶玲珑直接往秘境的入口走去，七星宗的弟子脸色一白，全员慌张。只见入口处是封闭的状态，叶玲珑抬手往里面注入灵力，想要强行破开入口。只见七彩的光芒闪动，复杂的符文瞬间一闪，将他和他的灵力瞬间反弹回去。季子卓见此，瞬间飞到他的身后，将他扶住，然后接替他动手注入灵力。持续不断的灵力注入，让刚刚一闪而过的光芒和符文持续出现，持续反弹，让所有人看了个清清楚楚。看到这个法阵之后，在场的所有人震惊地瞪大了双眼，下意识地发出一声声惊呼。这就是七星宗的画地为牢阵，听闻是宗门长老特制给外出历练弟子用的，用在意外情况之下保护他们的平安。阵法封锁之后，从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突破出去的，就只能从阵法背面打穿。也就是说，如果刚刚七星宗的人从这个秘境的入口强行破除进入，那这个阵法就会被打穿消失，到时候他们再反咬你一口，那也是死无对证喽。是这个意思啊？哦，怪不得七星宗的大师兄谢灵义刚刚死活要从这里打穿，要不是我拦着证据，就要被你们给毁掉了。到时候颠倒是非，倒打一耙，什么无耻的事情你们都可以做。叶玲珑说完，回过头直视七星宗的那些弟子，大声质问道：现在证据确凿，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七星宗的弟子全体脸色发白，一个个被问得哑口无言，全都僵在了当场。叶荣月看到这一幕，他整个人都懵了，竟然真的是七星宗的弟子在撒谎，怎么会这样？就算是我们用了七星宗的画地为牢阵又如何？那也是因为他仗着自己的金丹期的修为，想要抢夺我们的炽烈云鸟，我们才会出此下策的。对，是他跟我们先抢的，要不是为了争一口气，谁愿意把自己封锁在秘境里？没错，要有错也是他先造成的，而且他的做法更恶劣吧？我们都没有打伤他，他却伤了我们。听到这话，叶玲珑给他们气笑了，倒打一耙的功夫是真的厉害。不过不慌，对付这种只会嘴硬的人，他可太会了。李师兄，既然他们非说赤烈云鸟是他们先抓到的，那你不如大方点，把赤烈云鸟还给他们。季子卓听到这话的时候愣了一下，但迅速的反应过来后，他唇角勾起了一抹兴奋的笑容。这小师妹也太对他的胃口了。行，那我就还给他们。接好了。季子卓一抬手，将他刚刚用灵力圈控制的赤烈云鸟给放了出来。在季子卓灵力圈里挣扎了许久的赤烈云鸟，早就变得又狂躁又愤怒。噗的一声喷火声传来，炙热的火焰和强大的妖兽法力全部朝着七星宗弟子的方向迸发了出去。快躲开！住手！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伤人？他们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是现在当场全死光了，那也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凡眼不瞎耳不聋的都听到了，他们刚刚大言不惭地吹嘘着赤烈云鸟是他们抓到的。先不论他们有没有撒谎，我们可是大度的先把赤烈云鸟还给他们。至于他们有没有那个能力收，
那就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情啦。叶荣月自己也恨这些人怎么那么蠢，没本事还要撒谎骗人。玲珑，让你师兄收回这只赤烈云鸟吧，以他们那些微末的实力，绝不可能先抓到赤烈云鸟的。哦，你这是承认他们撒谎啦？是，他们撒谎骗人，还诬陷你七师兄，证据确凿。如今被伤也是罪有应得，但这一切罪不至死。希望你不要赶尽杀绝，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其他宗门的师兄师姐也都听到了，给我们做个见证。其他看戏的宗门弟子纷纷点头，表示自己可以作证。七师兄，把咱的赤烈云鸟收回来吧。行，我听小师妹的。赤烈云鸟被收回，七星宗的弟子们松了一口气。这时，叶荣月自知面上无光，也不愿意在人多的地方待着。他对身后的七星宗弟子道：“我们往里面走一点，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疗伤一会儿。”那些弟子们知道自己今天丢脸丢大发了，大师兄又受了伤，没人能给他们做主。刚刚还是叶荣月出口救了他们，于是他们也放下了心中的成见，听了叶荣月的话，换个地方休整。至于今天丢掉的脸面，他很快就会找回来的。天赋摆在那里，不如他的人穷其一生的拼命追赶，也绝不会有机会碰到他的衣角。一个资质奇差的叶玲珑而已，他根本不需要放在眼里，因为未来他们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大家御剑飞起吧，我们到那边去看看。看到七星宗的弟子们全部御剑飞起，四周那些还未走远的宗门弟子便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声惊呼。御剑飞行是筑基期才能做到的，很多人到了金丹才能御剑飞稳，可在七星宗队伍前面的叶荣月还只是炼气期而已啊！我的天哪，叶荣月竟然可以御剑飞行，他才炼气期啊！哇，这就是这届收徒大会的第1名吗？这届新弟子里的第一天才少女，她好强啊！就凭着处处比人强上一头的架势，很快她就会和这一届的新弟子拉开差距的。怪不得七星宗天天炫耀他们收了个好徒弟，换了我们宗门，得比他们炫得更狠。叶荣月脸上挂着一抹骄傲的笑容。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前尘竟说过，在西山秘境的境中境里有一个灵气浓郁的石台，就在西南方向。他如今已经是炼气后期，就差一口气就能突破到筑基期了。他必须要找到这个石台。忽然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道道夸张的抽泣声和比刚刚更离谱的惊叫声，让他忍不住回过头去。这一回头，他看到了叶玲珑正踩在他的那把白剑上面御剑飞行，而他飞行的高度远高于这一片森林，而他速度也是快得惊人，嗖的一下从眼前划过之后留下一阵风。大师兄七师兄，你们好慢啊，我都等你们半天了，竟然这都跟不上，一个金丹一个元婴，你们好意思吗？裴洛白和姬子卓还没说话，那些见证到这一幕的其他宗门弟子却先忍不住了。这哪里是他们慢，分明是叶玲珑自己太快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能飞这么快的。天哪，叶玲珑还是个炼气期吧？他是怎么做到飞得又快又稳的？就他这御剑飞行的本事，说他是金丹我都信。本来以为叶荣月已经够厉害了，可这叶玲珑比他还恐怖啊！一个两个的都炼气期就能御剑飞行了，这年头天才都遍地走了吗？虽然都是炼气期御剑，但叶玲珑这可比叶荣月那小心翼翼的低空飞行厉害多了呀！这就是收徒大会倒数第1名的实力吗？看到小师妹一个人在前面出尽了风头，裴洛白和姬子卓2个人脸上都不由自主地挂上了宠溺的笑容。咱家小师妹好厉害呀！裴洛白知道，会飞的其实不是小师妹，而是那一把剑。那把上古灵剑的强悍，他是见识过的。但换个角度想，这么强悍的一把上古灵剑，被小师妹训得服服帖帖，小师妹定然也是非常厉害的。是啊，
小师妹她非常的厉害。当然大师兄也厉害，几个月不见，大师兄的修为有所见长，竟然连秘境的外壁都能打破了。这件事情其实他本来是做不到的，但被小师妹每天盯着疯狂修炼了4个月，日夜兼修，不敢懈怠，导致实力疯长，以至于连这么离谱的事情都做到了。这么一回想，全拜小师妹所赐啊。其实还是小师妹更加厉害一些的。以后你就知道了。7师弟遇到小师妹会怎样，他不知道，但他知道6师弟已经被吓跑了。对，从6师弟知道小师妹每天都到自己的院子里来盯着自己修炼开始，他就跑了，跑得果断又迅速，生怕小师妹会连他也不放过。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的跟小师妹相处一番。一言为定。啊？大师兄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怕他反悔似的？快飞吧，别把小师妹给弄丢了。哦，好。看到叶玲珑在他面前出尽了风头，叶荣月下意识地攥紧了手心，难受的胸口发闷。怎么会这样？他一个练气期的，是怎么做到御剑飞行这么顺畅的？就连他也是在师傅的指导下练习了许久才能做到的。哎，这叶玲珑什么来头啊？他怎么这么厉害呀？一个七星宗弟子在叶荣月身边感叹道。他们刚刚不在秘境外面，不知道叶玲珑就是叶荣月的妹妹，也不知道她是收徒大会的最后一名。闭嘴！脸还没丢够吗？赶紧离开这里，前面有个地方可以修炼，谁都不要懈怠。身后的弟子们听了心中不悦，但叶荣月是师父最爱的弟子，又是大师兄最维护的人，他们得罪不起，所以大家不敢多说，跟着叶荣月继续往前飞。飞了好一会儿，叶荣月的心情渐渐地平复下来，慢慢地恢复了理智。叶玲珑本身是个废物，他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一次又一次地碾压他，问题肯定出在他那把剑上。这么一想，所有问题好像都解释得通了。叶玲珑刚刚也是用剑打伤了他的大师兄和他七星宗的弟子，现在御剑用的也是那一把剑，所以叶玲珑还是那个叶玲珑，没了那把剑，他什么都不是。等他回去以后，一定要向钱晨静问清楚，那把剑到底是什么来头。他这么想着，忽然间前头一个红色的身影一闪而过，叶荣月瞬间抬起头来，看到了飞在他前面的叶玲珑。他怎么又出现了？他怎么总是阴魂不散啊？他们都已经飞出去好一会儿了，怎么还能撞上？这样也太倒霉了吧。等下，叶玲珑不会就是朝着西南方向那个灵气浓郁的石台去的吧？他不会抢在我前面先到那边吧？叶荣月一下子就慌了，但很快他安慰自己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是问过钱晨静才知道那个石台的，叶玲珑怎么会知道？他肯定是到处乱飞，正好飞到自己前头而已。对，一定是这样的。但很快叶荣月就看到叶玲珑在前面不远处落了地，稳稳当当的站在了那个石台的正中央，挥着手招呼他的2位师兄。那一瞬间，叶荣月咚的一声从灵剑上摔了下来。眼看着叶玲珑坐在了石台上，而他的师兄也陆续到达，和他一起坐上了石台。叶荣月迅速地从地上爬起来，不管不顾地就往石台上冲。他一上去就坐下来，闭上双眼打坐修炼。他不愿意去看他们的眼神，更不想跟他们有任何交流，他生怕他们的询问会让自己下不来台。这还是他平生第一次这么不要脸地凑上去跟人家抢位置，光是想着他便觉得心里委屈。师妹她这是做什么呀？谢林一轻咳了几声，金丹期修为的他一眼就能够看出石台上的灵气非常的浓郁。师妹在尝试突破筑基期，我们不要打扰她。
这里灵气浓郁，大家原地坐下打坐疗伤，安心等他突破结束。什么？师妹竟然要突破筑基期了？她才入门4个月呀！天哪！我当初从炼气期圆满到筑基期，总共花了1年半，我这个速度已经不算慢了。这是什么魔鬼速度啊？这也太夸张了吧！我们比她还高了一届呢，结果她现在和我们同样的修为了，这就是收徒大会的第1名吗？她应该是他们这一届新弟子里边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吧。很快，这边的弟子聚集的越来越多，赶来的弟子听到七星宗弟子的惊呼，他们也忍不住把目光落到叶荣月身上。虽然说前面七星宗丢脸丢大发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叶荣月是真的很强。无论是他炼气期御剑飞行，还是4个月冲击筑基期，这都完全配得上他收徒大会第1名的成绩。我要是有他1半的资质就好了，也不至于在筑基期蹉跎那么久。唉，天赋啊，是娘胎里边带的，羡慕有啥用啊？人和人本来就是不同。我们这样的呀，大概努力1辈子，也赶不上人家努力几年吧。哎，叶玲珑他们怎么也在上面啊？哎，我刚刚看见了，是他和他的师兄先到的，叶荣月是后面硬挤上去的。虽说有点好笑，可若他今天真的突破了筑基期，那今天之后大家都只记得他的超强天赋，不会在意那些小事了的。之前他是收徒大会第1的时候，七星宗就到处吹捧，今天他若是冲进筑基期成功，可以想象七星宗只会更嚣张。那也没办法呀，谁叫人家本来就强啊。相比起裴洛白和季子卓看到叶荣月挤上来的惊讶，叶玲珑倒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在圆周里这一场西山秘境之行，叶荣月有2大收获，第一个就是那只赤烈云鸟，第二个就是找到这个石台，在石台上冲击筑基成功。大师兄、七师兄，咱们也快点坐下修炼嘛。师妹，我跟大师兄好歹一个金丹一个元婴，就不需要修炼了吗？金丹之上还有元婴，元婴之上还有化神。你们若不抓紧一切机会修炼，未来若是我闯了祸，那谁来救我？叶玲珑激动地瞪大了双眼，她葡萄般黑亮的眼眸里隐隐闪动着泪光。可是大家都是筑基期啊，你们更要抓紧。你们看我姐姐，她宁愿遭受白眼，那也要强行挤上来修炼，她都不要脸了，你们还端什么架子啊？旁边的叶荣月身体抖了一下，脸色一下子就不对了。她强忍着暴躁，把所有情绪压制下去，拼命地告诫自己要专心，成败在此一举。只要她突破了筑基期，所有的嘲笑终将变成笑话。裴洛白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罢了，在清玄宗里，他回回被逼迫，回回都没能赢过小师妹，他早已习惯，只要小师妹不闹腾，脸面不要便不要了吧。于是裴洛白原地坐下，开始打坐修炼。裴洛白刚坐下，隔壁叶荣月的眉头便微微地皱了起来，原本萦绕在他身边的浓郁的灵气开始往旁边迅速地流过去。而此时看到大师兄坐下的季子卓，瞪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大师兄这是什么情况？平时整个清玄宗不是就他最高冷、最有原则、最有格调吗？怎么他竟然二话不说就加入跟筑基期小孩抢灵气的行列了？大师兄，七师兄，大师兄已经带头做了榜样，你还不跟上啊？季子卓抽了抽嘴角，这算什么榜样？这是能学的吗？他们身为高修为者的那些应有的样子。他这话还没在心里说完，就看到叶玲珑嘴巴一瘪，哼，我懂了，七师兄是看不起我，不愿意陪我修炼。也罢，你一个金丹期高高在上，我一个炼气期渺小卑微，既然如此。叶玲珑的话到一半，季子卓嗖的一下坐了下去，顷刻间闭眼修炼，一系列动作快的就像闪电，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嘛，我来加入你们啦。于是叶玲珑也跟着坐下，闭上眼睛开始吸收灵气。又一个人的加入，让叶荣月那个原本就皱着的眉头，这是皱成了一团，整张脸秒变痛苦面具。此时正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的谢灵逸急得不行。刚刚他受了伤，状态不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师妹一个人撑起七星宗。现在他已经恢复了5、6成，绝不会再眼睁睁地看着他受欺负。于是他走上前去，在叶荣月的身边，用七星宗的符纸在他身边布了个法阵。天哪，这是咱们七星宗的聚灵阵吧？这符文好贵的，需要超多积分才能换1张。是啊，这聚灵阵的符文只有金丹期以上的弟子换得起，而且还只使得换1张，为的就是防止修为到了突破的点上，周围的灵气却不够浓郁，导致突破失败啊。大师兄是真的很在乎师妹啊，他对她可真好，太让人羡慕了。有他的帮助，师妹的这次突破一定能成，一定会给咱七星宗挣足脸面了。聚灵阵生效，周围的灵气被迅速聚集过来。叶荣月的表情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叶玲珑叹了口气，正琢磨着要不要暂时放弃。忽然间，他手上的戒指动了一下，嗖的一声，玄影从里面飞了出来。抢灵气都抢不过人家，你怎么那么没用呢？对面耍心机用手段，你难道不会也用吗？这岂能受，跟他抢啊！我一反派女配，哪来那么多手段跟大女主抢啊？叶玲珑话还没说完，只见玄影光芒一闪，四周围所有的灵气迅速朝着他涌动了过来。原本没被叶荣月聚灵阵影响的裴洛白和季子卓，现在反倒是被玄影给影响到了。不得不说，这把上古灵剑是真的凶啊！但他们两个默契的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加大力量去吸收。因为现在他们不是在跟筑基系弟子抢灵气了，而是在跟一把上古灵剑对抗，这不刺激多了吗？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压力又来到了叶荣月这边，他得知的时候差点没一口老血吐出来，差点就又岔气了。他连大师兄的聚灵阵都用上了，怎么还抢不过？就这灵气的浓度，他速度又要慢下来，一个时辰肯定又搞不定了。那一刻他真的好想哭。快看，有人结束了！只见彩色的光芒在周围闪动，像是漩涡一样的慢慢汇入体内，最后化作了一道亮光包裹全身。这一道亮光彻底消失的那一刻，宣告了炼气期大圆满，冲击筑基期成功。叶荣月睁开双眼的时候，感觉到全身上下有一种清畅舒适的感觉。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4个月的时间，从炼气期到筑基期，从收徒大会最后一名到现在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人，他竟然真的做到了！更可怕的是，他现在只有11岁，11岁的筑基期，我的天哪！叶荣月勾起的笑容在那一刻僵掉了。他们在说什么？是不是弄错了？他猛然转过头，看到旁边的叶玲珑已经站了起来，此时正满脸骄傲地看着他的2位师兄。大师兄、七师兄，我终于不再是宗门里的唯一一个炼气期啦，我现在是筑基期啦。是，宗门里唯一一个炼气期被你给消灭了，你做得很好。回头大师兄啊，再给你补奖励。哎呀，你是你们这届头一个筑基期，这么大份荣耀，师兄给你抓的那只赤烈鱼鸟根本不够看了。不行，我得重新再给你准备一份更好的礼物，才配得上我可爱的小师妹。入门4个月，年仅11岁，他真的是收徒大会最后一名吗？真的是当时没人要才去了落魄的宗门吗？会不会是所有的宗门长老都看走眼了呀？是呀，谁敢相信啊？遇见最牛的炼气期和突破最快的筑基期，说他是他们这一届第一天才都不为过。谁能相信他是最后一名啊？
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那些个大宗门的长老啊，要悔得肠子都青了吧？到底是哪个宗门的运气这么好，捡回来这么厉害个宝啊？这时，叶玲珑向前走了一步，对着刚刚那个人笑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玄宗叶玲珑。这宗门之前没听说过呀，他这么厉害吗？啊，我有印象，他们宗门好像人特别少，在修真界连中等的宗门都算不上。哎，这个我有发言权，我们宗门就在他们隔壁。清玄宗岂止算不上中等宗门，他们整个门派的人上上下下加起来都凑不齐15个。修真界还有这样的宗门，多少是有些神奇呀。谁说不是呢？哎，叶荣月好像也突破筑基了。其他人的目光才一下子转到叶荣月的身上。只见叶荣月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完成了突破，站了起来。这时他回头看了提到他的人一眼，转过身跳下了石台。看到他离开，其他人的话题又重新回到了清玄宗的身上，仿佛叶荣月的突破只是个小小插曲而已，没有太多人关注。师妹，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当初兑换的是更高级的聚灵阵，你今天就不会因为灵气不如他浓郁而输给他了。师妹，你要怪就怪我，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难过，更不要责怪你自己，你已经很厉害了，该反省的是他。如果他不是用了无耻手段聚集大量的灵气，以他那上不了台面的资质，怎么可能赢过你？他赢得一点也不光彩，他才是这世上最无耻的人。听到这话的叶荣月一怔，是啊，叶玲珑他是靠手段抢了他的灵气才能突破的，要公平竞争，他根本就争不过自己啊。废物就是废物，不会侥幸赢了一次就会变成天才的。想通之后，叶荣月转过身去看了一眼还在听八卦的叶玲珑，沉迷的像是融入了那些普通弟子一样，一点心气都没有。那一瞬间他就不难受了，只是打心眼里看不起他，这样的人连做他的对手都不配。大师兄，我们回去吧。你想通了？我和他的差距又不在这一天，属于我的，我迟早会夺回来。这才是我师妹该有的样子。我们走。西星宗弟子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走的时候声势还不小。叶玲珑回头去看了一眼，叶荣月是真的强，这种环境下还是完成了原著里说的4个月筑基，看样子后面的轨迹依旧8九不离10。大师兄，怎么了？你刚刚吸收了那么多灵气，你修为有没有进步啊？叶玲珑跟着2位师兄回了宗门里面。当天晚上，叶玲珑遵守诺言，在玄影的盯梢之下，手指轻抚左手手腕，唤醒了在他手腕上沉睡的小黑蛇。他将手指割破之后送到他的嘴边，你快吸吧，玄影说你喝了我的血，身体能够恢复得快一些。小黑蛇转头去看了玄影一眼，原本还气势汹汹的玄影瞬间躺倒在桌面上，一动不动的跟死了一样。你别看他没有逼我，是我自己愿意的。你快吸，我手指头都割破了，你要是不吸那就浪费了。小黑蛇转过头来看向他，犹豫片刻之后，张嘴咬住叶玲珑的手指头，刺痛感从手指头上传来，他感觉到自己的血液被吸走，眼睛忽然花了一下，身体忽然有一种无力的眩晕感，以及说不出的虚弱和难受。自己快要昏过去的时候，小黑蛇停止了吮吸，继续用舌头轻轻地舔舐他的伤口，那种难受的感觉渐渐地得到了缓解。叶玲珑好像知道为什么他说要喂血的时候，玄影会豁出命去那么卖力，原来喂血的消耗这么大，跟他上次割破手指掉几滴血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今天冲击筑基期成功，我是我们这一届新弟子里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所有人都在夸奖我厉害呢。小黑蛇点了点头，仿佛在说你就是很厉害啊，你永远是最厉害的。我以后还会更厉害的。小黑蛇又点了点头，仿佛在说
我会一直看着。很快，小黑蛇的眼皮子盖了下来，露出了一副困倦的样子。叶玲珑赶紧把他送回自己的手腕上，让他卷着自己的手腕睡下。小黑蛇的身影消失，玄影像是诈尸一样，忽然一下子立了起来。哎，主人他又沉睡了吗？装死很熟练嘛，以前没少干这事儿。我这叫能屈能伸。叶玲珑被玄影给逗笑了，论睁眼说瞎话，他还真的谁都不输啊。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我刚刚喂血的时候会有眩晕感？这还用解释吗？体虚气弱，说白了就是身体太差，不顶用呗。那怎么办？啊？他竟然不跟自己斗嘴，反而问自己怎么办？看样子是真的想要变强的。好在你现在已经是筑基期了，可以修炼灵根对应的法诀。正好你的木灵根已经觉醒，去修炼大重生术吧。等你练成了，主人就该觉醒有望了。大重生术？清闲宗藏书阁里边有，你明天去一趟藏书阁吧。第二天一早，叶玲珑便跑去找大师兄。在大师兄的带领之下，他头一次进入清玄宗的藏书阁。小师妹，这里的书且多且深奥，很不好找，你需要什么样的？大师兄帮你挑选。裴洛白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里抽出了4本书，递到了叶玲珑面前。这4本分别是木系法诀、水系法诀、火系法诀以及基础法诀，最适合你现在入门使用。你且看看。叶玲珑接过了4本书，简单的翻开来看了一下，确实是最基础的入门法诀，描述有些详细过头了，太适合他们这种被放养的孩子了。这4本你先带回去看看，有看不懂的就来问我，我再教你一遍。好的。叶玲珑收下了这4本书，然后继续往藏书阁里面走。1楼放的都是基础法诀，2楼放的都是初级法诀。等你学会了这4本，我带你上2楼找书吧。3楼呢？金丹期可上3楼，元婴可上4楼，化神期可上5楼。那5楼往上呢？上不去。啊？这藏书阁不是有9层吗？从外面看是的，但内部上不去。我试过，大师姐也试过，至今呢，是没有人能继续往上走的。这里除了属性法诀之外，还有很多的剑法诀、炼气法诀、炼丹法诀、画符布阵，想学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书本。这么厉害？这是我见过最全最大的藏书阁。上修真界啊，没去过不知道，但至少在下修真界啊，是无人能敌的，就连七星宗也是不能的。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了，咱藏书阁连个守卫都没有，会不会被人抢啊？不会的，他们进不来。为什么啊？你以为你现在在清玄宗畅通无阻，是因为他没有禁制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师父带你入门的时候，给你了清玄宗弟子的标记，有了它，才能在清玄宗畅通无阻。不同于其他宗门入门时所发的名牌，只做识别身份用，清玄宗的弟子的标记是很特殊的。有多特殊？说不清楚，我现在只知道它能让我们在清玄宗里面畅通无阻，其他的作用我还没见过。大师兄，你听说过大重生术吗？裴洛白一愣，这名字很陌生啊，但听着便不是什么基础法诀。你从哪里听来的？这本书我没见过。大师兄，我还想在藏书阁里待一会儿，你快回去修炼吧，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句句都提修炼，也不必这么争分夺秒吧。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在这里找一找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你就喊我。好的，谢谢大师兄。裴洛白走了以后，
叶玲珑直接从1楼跑到了5楼，最后在5楼通往6楼的楼梯前面停了1秒钟，然后便一脚踩上楼梯，兴奋又好奇地走了上去。走上楼梯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就和走前面5层的楼梯一样，没有什么阻碍，走得十分轻松。一直走到楼梯最末端，他轻而易举地上了6楼。叶玲珑愣了一下，大师兄不是说5楼往上就上不去了吗？他怎么随随便便就上来了？这时他看到前面不远处还有楼梯，那是6楼通往7楼的楼梯。于是他好奇又胆大地继续往上走。这一次他依旧是轻轻松松地上了7楼，一点阻碍都没有。全部找过了，1到5楼没有大重生树。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这个秘籍肯定不会放在全面开放的区域。毕竟即使是在万年前，大重生树也是至高的法诀，不应该放在人人所可以碰到的地方的。至高法诀在修真界法诀的层级分为1到9层，1层入门，筑基期就可以开始学习，9层是顶层，即便是差一口气飞升的大能，悟性不够也未必能够学习。至高法诀是几层法诀啊？9层之上便称之为至高法诀。啊，玄影，你让我练的大重生术是清玄宗的至高法诀？是啊。你就这么看得起我？我只考虑到主人有大重术的治疗，能够恢复得更快，忘了考虑你的资质极差了。算了，我回去睡觉去。哎，别走啊！至高法诀跟其他法诀不一样，学习它是没有修为限制的。你反正都要学法诀的，为什么不挑最好的呢？你大师兄给你的那几本，你真的学得下去吗？可你分明值得最好的呀。至高法诀真的人人能练？说人人能练，是因为它不限制修为等级，但它其实门槛比9层的还要高，因为它看悟性。悟性高的筑基也能学，悟性低的上了渡劫期啊，也学不了。叶玲珑点了点头。你倒也不必太气馁，能到渡劫期的天赋和资质无一不是绝佳的，但就算是渡劫期的大能，也有9层是看不懂至高法诀的。不过没有关系，就算你学不了大重生术啊，我再给你找其他合适的就是了。走吧，下面5层找不到，那就去上面看看。马上就要到8楼了，8楼没有，那就9楼再看看就是。说完，叶玲珑便跑上了8楼。8楼和6、7楼的布局竟然还是一模一样，他眉头一皱，心底有了疑惑。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不知何时已经在8楼上的玄影。他愣了一下，然后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的地方。他迅速跑到书架旁边，去看书架上的标记，5层甲8号书架。果然，他根本就没有从5层上到6层。5层往上之后，他去的地方还是5层，一直在5层循环的跑。5层往上，你上不去的。你知道怎么上去吗？不知道，我是没上去过。我只是看到了楼梯上有禁制，而且这禁制像是后面加上去的。奇怪，这里是发生了什么？需要封禁起来吗？太可惜了，看样子是拿不到大重生术了。好东西都被封存起来了。玄影，看样子以你的实力，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楼梯上的禁制。玄影后退了一步，声音开始有些结巴。看是可以看到，但是你想干嘛呀？哎，先声明，我可不会解，强行破除也不可以。先不说我做不到吧，就算是能做到，万一触发其他的禁制，这藏书楼毁了怎么办呢？紧接着，玄影惊恐地大叫起来，并且不断后退。喂，你别过来啊！我警告你，不要想对我打什么坏主意。你别笑啊，你这样我很害怕的，真的。你要是敢跑的话，我就……叶玲珑假装摸了摸自己的左手手腕，吓得玄影立刻不敢逃了。
于是他一下就抓住了他的剑柄，将他摁在了楼梯上。快，给我运转你的力量，刺激这个禁制，让它显露出来。你看他干什么？他那么复杂，你又看不懂。哎，等下，你不会是想尝试破解这个禁制吧？你在开什么玩笑？你一个连符文都不会写的小屁孩，字儿都未必能认全呢，破什么禁制啊？喂，我不是看不起你，是你实力真的不允许。你就算看见了又怎样？你记得住吗？你看得懂吗？你解得开吗？啊？不会吧？你不会真的要我照你到破解它为止吧？我堂堂一把上古神剑，你拿我当照明灯用？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好吧，就算你不考虑我的感受，能考虑一下我会灵力耗尽导致魂飞魄散吗？轩影哀嚎到最后只剩下了绝望。一意孤行的叶玲珑，他是真的狠呐！当玄影第10次用自己照亮整个禁制的时候，叶玲珑喊了一声结束。玄影瞬间啪的一声掉落到地上，仿佛一把死剑。看着满地的图纸，叶玲珑揉了揉他有些疲惫的眼睛，抬头望了一眼窗外的天空，漆黑如墨。他竟然从白天抄到了深夜，才把这个禁制底层最基础的部分抄了下来，还抄了整整100张信纸。抄完之后，他开始翻阅旁边关于符文的典籍。他从最简单最基础的翻起，一目十行，看得非常迅速。于是他开始拿起笔来，尝试在符纸上画这些符文。1张2张，叶玲珑的一声尖叫，把消耗过度瘫倒在地上的玄影给吓醒了。你在干什么？叶玲珑指着符纸上滴了几滴血，一脸难过的对玄影道：我好像流血了。好像？你现在才发现自己流血了？你可能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于是玄影把自己脱了剑鞘的剑身放在了叶玲珑的面前，让他看到自己现在这副鬼样子。玄影，你的真身竟然是一个七窍流血的女鬼，这么恐怖。可你声音为什么是男人啊？玄影无奈，只能摇身一变，变成了一面又宽又大的镜子，摆在叶玲珑的面前。这里面的人长得怎么有点像我？叶玲珑抬起手往自己的脸上抹了一下，当他看到手心上的血液时，整个人咚的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喂，对儿菜，你别吓我呀！叶玲珑不知道自己昏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就看到玄影躺在自己的身侧，整把剑像是被榨干之后死了一样，失去了所有的光辉，怎么叫也没有反应。但相反，自己身体上所有的不适全部消失了，反而有一种灵气充盈的感觉，然后继续拿起笔来画他没画完的符文。对儿菜，你别画了，我撑不住了。玄影，你没死啊？拜你所赐，差点就魂飞魄散了。真的吗？我这么厉害啊？是因为我画的符文威力巨猛，把你给重伤了吗？玄影觉得他剩下的这一口气迟早也要被这个豆芽菜给气没了。他到底对自己有没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啊？你知道画符是一件很耗灵力和精神力的事情吗？你知道你按照你昨晚的那个画法，你一个小小的筑基期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吗？哎，所以是你救的我，那说明你比大罗神仙还厉害喽。你能悠着点吗？别一直画行吗？你想死啊，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死，不要死在我面前让我救你，最后把我自己害死了，行吗？玄影刚刚咆哮完，只见叶玲珑将一袋子灵石散落开来放在他的身边，然后随手往他身上贴了几张符。顷刻间，
那些灵石上的灵力像是不要钱一样疯狂地涌入他的剑身，一股丰盈和充裕的感觉瞬间侵袭他整把剑，好爽，好舒服呀！忍不住发出猪叫，并且大喊还想要。哎呦，杜儿子，哎呦呦呦呦呦！我收回刚刚说的那些话，你只管画，我就是魂飞魄散呢，也会救你的。时间匆匆一闪而过，叶玲珑和玄影在藏书楼里整整待了1个月，一直到今天，他手里拿着一叠符文，走到楼梯之上，在每一个关键点上贴一张。贴完之后，整个禁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上面的符文清晰可见，使得整座藏书楼看起来像是闪了金光一样，光芒耀眼，迸射四方。就连隔壁宗门也看到了这光芒，弟子和长老们纷纷疑惑地往清玄宗的方向看。怎么回事？清玄宗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金光？哎，是不是发生什么大事了？快差人去清玄宗问一问，可别出了大事儿，我们不知道啊，还平白被连累了呀。这是金光，没准是清玄宗有什么好事儿呢。清玄宗连灵气都没有，能有什么好事儿啊？他们宗门上下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迟早要完蛋。快去，别让他们给连累了。金光大闪的时候，一直没出现过的清玄宗掌门华修远终于冒了个头。他站在隔壁山头，远远地朝藏书楼望去，眉毛皱成了一团。大师兄，咱们藏书楼里怎么会有金光？难道有人在里边？糟糕，小师妹1个月之前去过藏书阁，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里面。我说这1个月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安静了？原来是小师妹不在啊！我看大师兄这1个月都不怎么在院子里，我还以为你带小师妹修炼去了，没想到你把她丢藏书阁了。话音落下，3个师兄齐齐飞往藏书楼。在他们到达藏书楼门口的那一瞬间，金光达到了最亮的程度。小师妹，完了，小师妹不会没了吧？呸！你这乌鸦嘴，别咒我小师妹！别说笑了，现在从1楼开始找，每一个角落都得找清楚了，一点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大师兄、六师兄、7师兄，你们是在找我吗？听到这声音，他们浑身一震，迅速抬起头去，只见整个5层的顶上和平常没什么不同，也没在哪儿看到小师妹的身影啊。小师妹，你在哪儿啊？你有没有事？我在这里啊，往6层楼梯看。小师妹，你什么情况？怎么那么吓人啊？只见6层楼的楼梯顶上，叶玲珑只露出了一个脑袋，而她的脑袋上贴满了符纸，看起来像个千年僵尸似的，怎么看怎么诡异。小师妹，你没事吧？不是跟你说了6层上不去的吗？你在做什么呢？大师兄，我没事儿，我就是太累了，休息了一会儿，做了个灵气 SPA。小师妹，你在说什么死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你躺在地上做事的。宁明成一边上楼一边说话，说到一半，人也给愣住了。小师妹，你对藏书楼做了什么？小师妹，这6层的禁制……没错，是我破解的，花了我1个月的时间呢，用脑过度，头发都掉了一大把，唉，可把我给累的哟。小师妹，你现在感觉如何了？据他所知，研究阵法符文的人消耗巨大，经常会把自己耗得七窍流血，甚至还有些破体而亡的。大师兄，你低头。这时，叶玲珑随手从戒指里摸出了几张符，啪啪啪地贴到裴洛白的脸上。裴洛白一怔，正要问他，忽然间，一股被灵气浸泡的舒爽感觉从头蔓延到脚下。小师妹，你对大师兄做了什么？他怎么不动了？宁明成刚刚问完，就看到叶玲珑脚尖一点，跳了起来，然后在他的脸上啪啪啪的也拍了几张符。紧接着，宁明成也安静了，符贴上去没多久，人就坐下了，坐的那叫一个随意。小师妹，你来。叶玲珑熟练的也给他啪啪啪的贴了几张符，
下一秒就见季子卓整个人躺倒在了地上，舒服的表情都变了。一直到楼下传来了一道轻微的脚步声。咱们清玄宗里还有其他人吗？季子卓和宁明成摇了摇头，只见裴洛白严肃的点了点头，便口型做了回应。师傅，师傅跟咱是不是一伙的？他这话一出，宁明成和季子卓疯狂的摇头，裴洛白略微一思索之后，也缓缓的摇了个头。有人在藏书楼里吗？师傅过来查看一下情况。听不到任何回答，华修远继续往上走，走过了一层又一层，然后走上了5层通往6层的楼梯。此时6层楼上的4个人全部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下一秒所有人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心脏瞬间跳停了。只见华修远从楼梯走上来，径直从5楼走上了6楼，没有一点点阻拦。师傅是怎么走上来的？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这里禁制的秘密，而且知道怎么不受禁制阻拦走上6楼，他为什么从来都没跟他们说过？更可怕的是，他现在这样走上来，岂不是要跟他们撞个面对面？他转过头来，视线扫过裴洛白他们几个人所在的方向，尴尬地撞了个面对面。他们心里正在疯狂地思考一会儿怎么打圆场的时候，华修远像是没看见他们似的，视线继续移动，直到扫视6层一圈。裴洛白他们几个发现华修远似乎看不见他们。奇怪了，什么也没发现的华修远眉头皱得更紧了，他又看了一圈，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便转身下了楼。奇怪，师傅怎么看不见我们？季子卓刚刚问完，他就发现身后的叶玲珑没有半点紧张的样子，甚至还坐在地上啃灵果。小师妹，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叶玲珑笑着抬了抬下巴，只见他们所处的位置四周围不知何时被贴了几张符纸，正好将他们包围了起来。这是隐身符？是啊，我刚刚听到他像是要上来，我就赶紧贴了符，就怕他看见我们。小师妹，你也太厉害了，你怎么猜到他会上来？刚刚可真的吓死我了。你们不是说师傅跟咱们不是一伙的吗？那他能上6楼却不告诉我们，那也很正常啊。师兄，你们快过来看看这藏书阁6楼的机关。藏书楼的6层并没有很多的书架和一望无际的书，整层楼十分的空旷，四周围封存着很多书架子，而在中间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圆盘。季子卓最沉不住气，伸手去摸了一下圆盘，只见他刚刚触碰的位置对应的符文亮了起来，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反应了。于是他又伸手去碰另外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区域的符文也亮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完全看不懂呢？亮了又灭是什么意思啊？哎，别再乱碰了，这似乎是一个复杂的机关，需要按对正确的符文才会有用的。如果一直按错的话，恐怕后果会很严重的。有意思。然后他抬手在圆盘上连续按了好几个符文，在他结束按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符文全部亮起，整个圆盘旋转了起来。紧接着圆盘中间向两边打开，从中间升起了一个玉简。很快在玉简的封面上，他看到了由古老的文字书写的几个字：大重生术。师兄，我找到它了。这就是你1个月之前要找的法诀吗？这是什么法诀？它看起来好强大呀！至高法诀。至高法诀？9层之上，至高法诀。叶玲珑话音落下，3位师兄齐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一直都知道清玄宗绝不是一般的潦倒宗门，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清玄宗里竟然存有9层之上的至高法诀。师兄，你们想要什么法诀？我帮你们找找看有没有。你会用这个圆盘吗？是啊，上面的符文我看得懂，再结合藏书楼本身的作用以及它排布的顺序，我就知道它是怎么使用的了。我们并没有明确想要找的法诀，
而且除了基础法诀和共有法诀之外，每个门派自己的法诀都是独有的。我们并不知道清玄宗有什么独门秘籍，所以也无从寻找。宁明成和季子卓也点了点头，他们从未得到过师傅的任何教导，也不清楚清玄宗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法诀，所以根本无从寻找。没关系啊，这样也能找。叶玲珑说完，在圆盘上迅速又操作了起来。很快，金光一闪，圆盘中间出现了一本书。大师兄，你看看这本如何？裴洛白接过叶玲珑手中的法诀，看到名字的时候，他眼睛亮了一下，然后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书本后面的内容。他越看越入神，冰冷的面容之上挂着一抹暖阳一般的笑容。小师妹，你是怎么找的这本书啊？太适合我了，这是一本7层法诀啊。我知道大师兄是精细丹灵根的嘛，然后大师兄还是用剑的高手，最后再根据你的修为所能修炼的法诀筛选一下，那就找到了这本碎金流剑诀。我的好师妹，快帮我找找有没有我们合适的。好嘞。叶玲珑又迅速地在圆盘上操作了一番，从里面找出了一本火系的法诀给宁明成，又找出了2本水系的法诀给到季子卓。你们看看怎么样？不行的话，我就再筛选别的条件试试。简直不要太好了，我早就到了瓶颈了，一直在寻觅新的法诀，没想到它来得这么突然，但又那么及时。小师妹，这份大礼师兄收下了，回头再还你一份更大的礼物。师兄，这些都是我为你们找的法诀，也不多，每个人呢也就10来本，以你们的天赋和勤奋度，要不了多久一定能够学完，不用太珍惜法诀，舍不得学，学完之后我再给你们找新的。法诀大大的有。3人呆呆地看着叶玲珑，没有说话。我算了算日子，距离5年一届的巅峰舞会还有半年，半年时间你们学完这些肯定没有问题，到时候咱们清玄宗的脸面就全靠你们啦。小师妹，虽然清玄宗也属于联盟里的宗门，但是巅峰舞会我们清玄宗从来就不参加。怪不得外面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清玄宗，那么多年了没人参加，我们连个排名都没有，这事师傅也不管吗？不管，他说虚名不重要。他说你就信啊？他还偷偷上6楼没告诉我们呢。虽然我们上6楼也没告诉他，但是清玄宗的名声很重要。为何？你们想啊，上次在西山秘境，要是七师兄报了清玄宗的名号，而清玄宗又是一个叫得上名字的名门正派，他们还敢随便给你扣个魔头的帽子吗？那定然是不敢的啊。可是我时常出门挑战，若一直报清玄宗的名号，会损坏清玄宗的名声的。七师兄，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去上门挑战，打赢了清玄宗面上有光，那怎么就损坏清玄宗的名声了呢？可万一我输了呢？那就从现在起把这个万一给消灭掉。你等着啊，一会儿我再给你多找几本。季子卓浑身一震，整个人呆住了。小师妹，这不是多练几本法诀的问题啊。你想，七师弟喜欢上门挑战，总是报清玄宗的名号，多多少少还是会给清玄宗带来影响的。什么影响啊？说我们是歪门邪道？谁说的？撕了他的嘴！我们可是正经宗门，我们可是正经宗门。小师妹，别人不会说我们是邪魔歪道，但提及清玄宗的时候，会不再友好的。大师兄，强者不需要朋友，只要足够强悍，世人皆会仰望，多的是为我们臣服的众生。所以半年后的巅峰舞会，我们不但要参加，而且还要霸榜，让他们知道清玄宗的人少不是因为没人愿意来，而是因为门槛太高，不是什么歪瓜裂枣都配来的。说得好，说实话，西山秘境那天我也是憋了口气的，他们空口无面太气人了，若不是你赶到，他们就一手遮天给我安上骂名了。这群狗眼看人低的，不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六师兄，你火系丹灵根都上金丹了，不比那个筑基期的叶荣月强多了吗？你看他现在这么嚣张，没准以后啊还要踩在你头上，拿你当垫脚石，名扬四方，这你能忍？不能啊。这就对了嘛。还有你大师兄，之前我们去西山秘境，我们被七星宗欺负成什么样子，你没看见吗？连你都不能保护我们，那我们……打住，小师妹想参加的话，我奉陪就是了。
共识达成，加油！每个人都收获好几本法诀之后，他们离开了藏书楼，飞回了居住的山头上。小师妹，你那个死趴符可以再给我点吗？有。这么舒服的符纸，为什么要叫死趴这么难听的名字啊？七师兄，准确的来说，这叫灵气死趴。那不还是死趴吗？你纠结这么多干什么？好用就行了。小师妹起这个名字必定是有深意的。小师妹，再见。多谢小师妹。不客气，用完了再来找我要哦。叶玲珑回到自己屋子里之后，心情愉悦地躺下了。忽然间，他脑袋里灵光一闪，想起来了，完了！原著之中记载，叶荣月在突破筑基期之后的第1个月，靠着七星宗给的奖励疯狂修炼，仅仅1个月时间就到了筑基初期大圆满，已经摸到筑基中期的门槛了。叶玲珑片刻也没休息，让玄影带着自己去了清玄宗秘境那个灵气最浓郁的莲花池里开始修炼。他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将这5个至高法诀都修炼到了1层。这时叶玲珑才发现，虽然至高法诀入门简单，但是它像深渊一样，永远都看不到底。5本至高法诀修炼到1层之后，叶玲珑的修为也达到了筑基初期大圆满，差一步进入筑基中期。你醒啦？要不要我再给你喂点血？小黑蛇摇了摇头。叶玲珑忽然想到了他的 SPA 符，他赶紧拿出来往小黑蛇的身上贴了一张。一张贴下去，小黑蛇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还疑惑地看着他。于是他又轻轻地贴了好几张上去。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小黑蛇依旧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别浪费你那些破符了。为什么？你之前不是搞了几张缩小符吗？往自己身上贴一下，然后跳到莲花池里的青莲上去，就知道了。叶玲珑按照玄影的说法，真就缩小了，飞到青莲的中间。那一瞬间，他整个人软成了一滩泥，倒在了莲花的花心之上。这青莲的灵气冒的是他的 SPA 符的10倍不止，舒服程度更是疯狂翻倍。玄影，离开了青莲，他是不是就感受不到灵气浸润的舒服啦？是啊。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把他带走啊？当初是他自己选择跟你走的，你觉得呢？小黑蛇宁愿放弃这个舒适的地方跟着自己，自己要是趁他沉睡将他留下，他醒了该多伤心啊。豆芽菜，你要是觉得亏待他了，你就好好的修炼大重生术，疯狂的练，拼命的练，往死里练。他今天呢能够主动醒来，是因为你变强了，你修炼的大重生术啊在帮他养伤呢。叶玲珑瞪大了双眼，效果这么厉害的吗？不要小看你修炼的这几本至高法诀，虽然呢你才堪堪练到1层，可那也是至高法诀的1层，远不是外面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法诀能比的。至高法诀厉不厉害你说了不算，得试试才知道。你等着，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叶玲珑这人行动力向来很强，他说干就干，一干便干了3天。3天之后，他顶着一双熊猫眼儿，兴奋地跑出了秘境。跑回到他们住的那座青蓝峰上之后，他便跑到了6师兄的院子里，敲开了6师兄的房门。怎么了，小师妹？6师兄，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叶玲珑刚说完，连一个回话的机会都不给宁明成，拉着他往外跑。小师妹，这是什么地方？6师兄，你尝试一下运转体内的灵力看看。宁明成心底有一股不好的预感，但还是听话的运转了体内的灵力。怎么会这样？我竟然只剩下筑基期的修为了！我这几个月刻苦修炼都已经到了金丹中期，我还想着能在巅峰舞会之前到达金丹后期的，现在竟然倒退到筑基初期了。难道是因为这个阵法？6师兄的小脑袋瓜好聪明哦！我花了3天时间搭了这个阵法，在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筑基初期，所以但凡是进来了，大家的修为就都一样。那为什么是筑基初期呢？因为我是筑基初期啊，我想跟你们对战，可是我又没办法迅速突破，我就只能把你们拉低到跟我一样的水平。自己修为低，
就把别人的修为拉到跟自己一样低，然后虐打别人，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哎呀，别愣着了，快来试试我这个新作品！我好兴奋啊！我终于可以跟师兄对战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人修炼了。哎，六师兄，看招！叶玲珑大喊一声，拔出玄影就往宁明成身上刺了过去。不得不说，宁明成不愧是上金丹期许久的人，即便是修为被压制了，实力还是不俗。但他越强，叶玲珑越是兴奋，就越是认真，越是尽力。两人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爽得不得了。小师妹，咱歇会儿吧，你不累吗？是有点累，但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会儿。六师兄，你竟然坚持不住了？不会吧？不会有人比我还柔弱吧？我不懂了，我一个修炼了那么多年的金丹，为什么耐力会不如你一个筑基啊？是啊，为什么金丹期的耐力比不上筑基期的呢？这不合理啊。或许，大概，可能是因为我做的这个阵法压制了你的修为的同时，也降低了你各方面的水平。这个阵法只压制我一个，你不受它影响。是啊。听到这回答，宁明成顷刻间倒在了地上。他不玩了。六师兄，你怎么倒下了？我没伤着你啊。六师兄，你不会是心态崩了吧？你这么脆弱的吗？我也不是故意的，3天时间搞出来的阵法，哪有时间精雕细琢？当然是能省则省。高于筑基初期的修为压到了筑基初期，其他不做处理最简单了。小师妹，我认输了。哦，那好吧。叶玲珑说完，掏出一张符纸，往阵法的最顶端贴了上去。下一秒，地动山摇的动静从阵法的深处传来。小师妹，你听到那些声音了吗？听到啦，是妖兽要冲过来了。这时，从阵法深处跑出来了许多妖兽，一眼望去数不胜数。当心，兽潮冲着我们来了！好的，我做好准备了。在兽潮冲过来的一瞬间，叶玲珑和宁明成一起杀了上去。杀着杀着，宁明成忽然发现这些妖兽身上贴有奇怪的符纸，他好奇地去撕下来查看。哎，六师兄，你别撕它！叶玲珑出声提醒的时候，在那一瞬间，那只被撕掉符纸的妖兽体型瞬间变大再变大，变成了原来的100倍大。六师兄，快跑啊！他体型恢复了，我们打不过了。小师妹，这妖兽又是什么情况？3天时间来不及搞那么精细嘛，我就直接缩小符把那些妖兽缩小了，吸引到阵法里面。那为什么要缩小妖兽呢？3天时间太匆忙了，我只来得及做一个房间大的阵法，空间太小了不够用，我就设定进入阵法的人自动缩小100倍。他说怎么这个阵法在外面看着那么小，进来之后一望无际的那么大，原来是自己小了。而他撕掉了妖兽身上的符纸，导致妖兽变回了原来的大小，直接就打不过了。这个阵法我以后再精进一下。六师兄，一会儿我把那只妖兽放出来，你帮我给它重新贴上符，重新放回去。它是3级的，在外面我打不过它。哦，好的。宁明成帮叶玲珑重新弄好之后，眼看着叶玲珑还想再进去。小师妹，我在里面打不过你，不如找一个更强的来跟你对战，否则一直跟我这个手下败将打，对你来说提升实在不够。是吗？是啊，我看大师兄就不错。你不是说我这几个月修炼的火系7层法诀效果很不错吗？是时候看看大师兄这3个月的修炼成果了。对哦。小师妹，我们快回去找大师兄。好嘞。在他走进大师兄院门的那一刻，他头也不回地走了，太可怕了。叶玲珑没管宁明成，他走进了裴洛白的院子里，微笑着敲开了裴洛白的房门。大师兄，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裴洛白坐在叶玲珑的阵法之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回头看了一眼阵法里那些被杀光的妖兽的尸体，顿时整个人头晕目眩的。这几天的经历，他想起来就忍不住心酸。这笔账他记下了，
哪天逮到宁明成，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陷害大师兄是多严重的罪过。小师妹，最近七师弟总是忍不住想出去挑战别的门派，要么让他来试试这个阵法的厉害，你看如何呀？啊！可是大师兄，我们这还没练完呢，一会儿还有一批新的妖兽会进来。留点给七师弟吧，他这个人最是好战，比我们多几倍的妖兽都能随便杀，他的实战能力是我们当中最好的。你不想看看吗？想啊。那走吧，我带你回去找七师弟。好的。裴洛白决定，此番回去之后，他一定不再懈怠，回到秘境中日夜修炼。总之，只要不碰到小师妹，他愿意闭关苦修，不眠不睡。眼看着叶玲珑走去了季子卓的院子，裴洛白身形一闪，没了踪迹，一刻也不敢多待。叶玲珑看到裴洛白跑得那么快，心里不由觉得好笑。他已经吓跑2个师兄了。七师兄，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清玄宗秘境里，叶玲珑的阵法之外，季子卓和叶玲珑2个人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全身贴满了 SPA 符。小师妹，玩还是你会玩啊？我以为我建议解开一只妖兽的缩小符，尝试挑战他这个主意已经够疯狂了，结果你比我还疯啊！一次解了10只妖兽，牛啊！七师兄谬赞啦！我偷偷告诉你哦，我当时一次性解开10头妖兽的缩小符的想法是，万一我们打不过那只妖兽，剩下的9只可以帮我们打它。季子卓不知道说什么，只能给小师妹的这个脑回路再次竖起大拇指。小师妹，你说你这么有本事，只留在清玄宗祸害同门，实在是太浪费了。七师兄，听你语气像是有好主意的样子。有啊，我们出去玩吧。你想，我们在这里怎么玩，消耗的都是自家的资源，可出去玩就不一样了，那争抢的是公共资源，可比这赚多了。你说的对，我们在这里拼死拼活的打，也就只有这些蠢妖兽能够见证我们的实力。但出去玩的话，别人就能够见识到我们的优秀，而我们也可以欣赏别人自愧不如、遗憾错失至宝的表情啦。没错，所以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挑战别人宗门，就是因为跟他们打，心里没有负疚感。你说我在宗门里要是打赢了其他的师兄，他们会难过的，这样我就会愧疚了。那还等什么啊？那咱们现在就出去玩吧。七师兄，我们先去哪里好呢？去大金山吧。前几个月我去西山秘境之前，听别人说大金山那边出现了异象。原本大金山就是各个宗门最喜欢的历练地，因为那边是全面开放，而且资源很丰富。但是半年前大金山上出现了迷雾团。叶玲珑点了点头，这个他知道。原著中大女主叶荣月去过这个地方，当时是七星宗例行历练，已经到达筑基期的她跟着一起去了。后来他们宗门运气不好，遇上了迷雾团，全部分散开来。叶玲珑想着想着，忽然一只手在她面前晃了晃。喂，小师妹，你有在听我说吗？听到了，七师兄，我们马上出发去搞大事吧。我还没跟你说这个迷雾团有多危险呢，可千万不能靠近，要是靠近了，季子卓还没说完，就被叶玲珑一把拽了起来，一路狂奔，离开了清玄宗秘境。路上说吧，去晚了就要错过好戏了。小师妹这个疯劲儿真是无人能敌啊，所以她一出现就真的无人能敌了。所以带着她出门，除了刺激只会更刺激啊！想想就好令人期待。他们在第2天上午的时候到达了大金山。怎么还有人能一边御剑，一边坐在剑上写字啊？学习这么用功的吗？咱修仙界不考笔试吗？他御剑都不用看路的吗？速度这么快也不会撞到，他好厉害呀！诶，他看起来好小啊，豆芽菜那么小，这么小也能御剑吗？最后，刚刚说我可爱的那位同道，你很有眼光哦。师兄，他好有趣啊，我好喜欢他。哎，他们才2个人啊，要不然我们跟他们结伴同行吧？是啊是啊，他还会变大缩小，小小年纪看起来就好厉害的样子。季子卓正要反对，
就见一个弟子从后面加速上前，飞到叶玲珑的身边。我看你的笔坏了，我这里正好有一支不错的笔，我送给你吧。谢谢你送我的笔，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吧。叶玲珑说完，往戒指里使劲地掏啊掏，最后掏出了一叠符纸，交到了那个弟子的手上。喏，这是我独门秘制的符纸，改良了8次的最新版，外面绝对买不到的。贴1张舒服，贴2张超爽，贴3张原地升天。那弟子愣了一下，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奇奇怪怪的符，但他还是礼貌性的收下了。我叫雨星舟。叶玲珑唰的一下抬起了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是世家的小姐吗？这时，以月宫为首的弟子双手抱拳行了一礼。是我管束不周，让师兄妹们无礼唐突了姑娘，在下替他们向你道歉，希望姑娘海涵。他们第一次出门没什么见识，大惊小怪冒犯了姑娘。他们说的都是实话，算不上冒犯。修仙界确实不考笔试，但是我年纪小，大字不识几个，正在努力的念书识字，争取不做文盲。还有啊，我遇见从来不看路，要是撞到了人算他倒霉，撞到了山算我倒霉。这样也行，但好像道理上又没什么问题。以及我确实很小，但不是豆芽菜那么小，因为我比豆芽菜还要小。话音落下，隐月宫的人便看到他瞬间缩小了100倍，那么大一个人，转眼就变成了一颗绿豆那么点大，确实比豆芽菜还要小。不知姑娘芳名？我叫叶玲珑。叶姑娘您好，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我是他的师兄季子卓。季师兄，幸会幸会。好说，见面礼交换完了，你可以回去了。那好吧，我先回去了。他刚要转身，他的大师兄徐之峰便飞上前来。在下隐月宫徐之峰，不知二位是否要前往大金山？是啊。听闻大金山上出现了不少异象，比起之前要更危险的多。不如我们结伴同行，相互有个照应，如何？季子卓刚要拒绝，便听到叶玲珑凑到他耳边：“七师兄啊，人多好搞事儿，带几个隐月宫的弟子在身边，多少有些威慑力，不然什么杂七杂八的人都过来找事儿，很耽误事的。”那我们便同行吧。为了表示友好和喜悦，雨星舟还当场拿出了一张叶玲珑刚刚给的符，啪的一下贴到了身上。小师弟！然后下一秒，他便从自己御的剑上面掉了下去。小师弟他怎么贴了个符就变了个样？你给他什么符了？你问他自己呗。师姐你别误会，叶姑娘这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自己没有料到它的效果一开始有些遭不住啊。来，给我一张，让我也试试是什么神奇的效果，让我家小师弟连御剑都不会了。程莹梦朝着雨星舟伸出手，雨星舟一脸舍不得的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张，犹犹豫豫的递给他。程莹梦一把抢过符纸，往自己身上一贴，下一秒，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半空的队伍之中。哇，好东西，好东西啊！叶姑娘，我也想要，我待会儿找个东西和你交换。但凡遇见小师妹的，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她被她带偏，这该死的影响力啊！到了大金山，6个人平稳地落到了地上。刚落地，徐之峰他们3个人就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来跟叶玲珑交换 SPA 符。季子卓见了，心情有那么些复杂。小师妹的 SPA 符轻轻松松日均画个100来张，但跟他们交换的时候才抠抠搜搜的，一人才给了10张，但却换了别人不少好东西。小师妹模样长得很可爱没错，但她真的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可爱啊。哎，也罢，是时候让外面的人也遭受一下小师妹的毒打了。一行人越走越深，忽然间前面传来了一声尖锐的鸟叫声。金翅鸟是叶玲珑到大金山脉历练以来见过最强的妖兽。你们都给我站在后面看着，谁也不许动，今天就是我和他的生死一战。那你要是打不过了就大喊，我马上冲过去。不会有那个时候的。扛着玄影就冲了上去。他刚冲到金翅鸟的前面，挥动长剑一剑砍了下去。那只金翅鸟被惊得飞起躲避，
这时，他的耳边忽然间传来密密麻麻的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他猛地一抬头，看到那一棵树上竟然站了无数的金翅鸟。顷刻间，那棵树上所有的金翅鸟展开了它们的翅膀，尖锐的金色长嘴全部伸展出来，做出攻击的姿势，吓得叶玲珑转身就跑。你这是打不过吗？你别着急，我来帮你。话音落下，雨星舟抽出长剑，就往叶玲珑的方向冲了过来。跑啊！叶玲珑的一声大喊出口的时候，雨星舟的位置正好也看到了那一整棵树的金翅鸟，看得他眼睛都直了，赶紧转过身来，拉着叶玲珑一块儿跑。怎么回事？2个筑基还打不过1只鸟吗？我来帮你。他话还没说完，笑容就在脸上裂开了。只见他的眼前，叶玲珑和雨星舟的身后，无数的金翅鸟从那棵树上飞起，密密麻麻、铺天盖地地朝着他们冲了过来。我天，怎么会有那么多金翅鸟？愣着干什么？都快跑啊！这下，就连季子卓和徐之峰2个金丹也不淡定了，他们也跟着迅速地转身逃跑，眼看着就要被金翅鸟追上。叶玲珑赶紧从戒指里摸出一叠符纸，给每个人都贴了一张。符纸贴上，他们的速度提升了好几倍，冲出去的时候快的都能留下残影了。这家伙也太帅了吧！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跑那么快。这玩意儿好啊，逃命必备。玲珑，一会儿我给你买一些，你可别舍不得啊。玲珑，你是符修吗？看着不像啊。你怎么那么会画符呢？这些金翅鸟的翅膀真的是金做的吗？他怎么会问这么奇怪的问题呢？把这群金翅鸟抓了全部拿去炼化，会不会得到很多金？这些金都拿去炼器卖给金属性的修炼者，能赚好大一笔吧？这话一出，直接把在场的全部人都吓呆了。在疯狂逃命的时刻，他竟然能想到要反杀身后的那些铺天盖地的金翅鸟。他的脑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啊？哎呀，七师兄，你快回答我！再不回答，我们要逃出他的追捕范围啦！逃出升天，他不好吗？咋地？他还真的想回去作死啊？也不是不可以啊，只是可能相对于我们抓他们抓我们更容易些啊。那就这么决定了。就这么决定了？这么草率的吗？他们没同意啊。七师兄以及隐月宫的各位同道们，是时候发挥出你们的作用了。你们吸引住这些金翅鸟，千万别让他们往别处跑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回头去捅2剑，拉个仇恨，再不行放点血勾引他们。玩这么狠吗？玩脱了怎么办？他从戒指里再掏了一张加速符出来，贴到自己的身上。他以超快的速度飞出了金翅鸟的追踪范围。小师妹，你去哪儿啊？给我1刻钟，我马上就回来。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千万要撑着。大约过了1刻钟，叶玲珑还真的回来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做？跟我来。于是他们6个人带着一大群金翅鸟绕了一大圈，然后往他们原本栖息的那一棵大树飞了过去。就在他们快要飞到那棵树附近的时候，忽然前方迎面而来一个人，那人的身后也跟着一大群金翅鸟。兄台，我看你面带福相，过了今天这生死一关，未来必定修为大成，功成名就。我要是过不去这一关呢？有我在，不可能。你能救我？能，1万枚下品灵石或者10枚中品灵石，我救你一命。那倒霉蛋狐疑地盯着叶玲珑，他看起来那么小，一点儿也不可靠。